观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早安中国》。那今天呢，我们再过一遍9月3号。昨天呢，我们做了2场直播，您是否在当天跟我们一起现场看了中共的大阅兵呢？今天咱们就着昨天这个话题呢，咱看一看今天全世界的媒体是怎么评价的，抢上了各个国家的新闻的头条。大家猜猜是什么吗？看到我们的题目应该想得到了，对吧？那今天呢，我们的早安中国呢，又是大家一起坐着聊一聊。首先呢，就大家思念的方伟到现场了。好了，今天的头条或你最想给大家讲的是什么？昨天你们讲太热闹了，我都挤不进去啊！今天我横睡呀我要挤进来啊！方伟呢，在我们的导播间的窗户外面晃了几晃，下次我们邀请您进到现场。我就问了个问题是我在哪儿来？那你昨天也看了，你觉得今天你最想谈的？哇，今天我想就是今天早上我才看到这个东西出来哈，就讲到一个开始好像是日本一个媒体说拍到这个普京跟川普不是一路讲话在那聊天吗？聊出来东西，他说我没听清，你能不能说一下，帮我听一下他说的是什么？他说的就是如何长生不老的这个怎么讲这个学问，对不对？结果今天就炸开了，没错，是不是？今天早上我们在开会，对不对啊？另外，这个秦鹏，你的新的频道叫什么名字来着？鹏观天下，鹏观天下，大鹏观天下，对不对？对，鹏观天下，就是从高空往下看对，大家可以订阅一下哈。对，这个石山是有没搞错？有没搞错？其实我这一代人呢是特别。就被共产党训练，刚刚高姐还在讲，就是说，就是他那所有的歌曲，我们都是倒背如流然后等他那个游行完了，我们听了那个歌曲以后，我开车回家，那个旋律、那个节奏还在那儿，像精神病一样。对，像精神病一样。因为这个影响非常厉害因为我们是从小被灌进去的。所以这高杰说你怎么搞的？这个各种这个革命口号共产党的口号，毛主席语录，各种歌曲，哎呦，这真是没办法，从小就给灌的是吧？是，所以就回去拼命吃雪糕，吃到冻的，把这个脑袋冻麻了是吧？好，我们如果回到开始的这个话题嘛，到底今天的看点是什么？今天很多看点其实对吧？我们看今天要谈多久，但是第一个看点就是，我觉得大家都同意就是这个习近平跟普京探索长生之路。这个习近平说可以活到150岁，那今天先炸了锅了，几乎所有的西方媒体。再加日本媒体，台湾我没看稀里哗啦全部扑上来报。今天下午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我们在说嘛，我当时很羡慕我说是哪家媒体哪家媒体那个枪脉很厉害对，隔空30米可以取到这个他们在那儿这个自己讲的悄悄话，没错。结果搞到炸棚结果到现在，我不是说了嘛，我们要为观众募笔款我们也做媒体是嘛，对给我们捐2支这样的枪脉，我们这个以后最好搞50公里的，对但是结果是这样，对不对？结果是人家新华社自己的枪脉，它标准的流，然后传到各个媒体，人家取去。结果有一个观众，我在 X 上有个观众就说了，他不是要延迟5秒10秒吗？对不对？那这怎么会让他过这个露出来了？这个叫 CCTV 叫负政治责任。对，我说没有，不负政治责任。对，因为 CCTV 根本就听不出来这话有什么问题，习近平自己也不知道有什么问题。换一个器官换器官，对，这对于习近平来说简直是我认为家常便饭。这所有这一层全是这样的，没错。CCTV 更加也听不出来，就好像那个李佳琦是不是弄个什么坦克蛋糕？这个中共已经炸了锅了。对，人家李佳琦说我咋的了？我怎么了？为什么把我封杀？所以他看不出来，不是吗？还有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实际上他那个枪脉录下来的这个后面的导播，因为它延迟几秒钟、10秒钟，你是听不清楚的听不清楚，你必须把这段话把它截下来，然后放大，可能还要消杂音，然后你才能听清楚。所以在当场的，因为它是直播的时候，他是做不到这个东西的，他就把它播出去，所以是事后人家放大了的。对，所以这段话怎么也挡不住。没错，这个是挡不住，所以这就是天意。你是这段话就。不过也没什么了，这个你看昨天360亿搞的一个大阅兵，是不是折腾了那么久？我看习近平昨天那张臭脸他熬了很久才把这个游行弄完的。对，结果现在今天的这个焦点全落在他长生不老那个诀窍上去了，整个都转到那边去。你说这简直是不是天意啊？对，绝对是天意。他们两个呢，其实在聊天然后呢中间还断断续续的，但是呢这件事情其实在昨天晚上 BBC 抢先的西方媒体第一个头版头条就给抢出来的，然后 CNN 全部都跟着上来去报道这件事情。那他看来呢是他们两个在聊天嘛，普京和我们说说过程。习近平，
对，就这个过程往那儿走的过程，就他俩在说话，后边跟着记者。你刚刚那个画面，其实定格我们昨天也讲了，对，这个画面将是千古流芳，或者是遗臭万年。听一下啊。在这样发展，人类的器官会不断的移植，甚至越活越年轻，甚至会长生不老。有人预测呢，本世纪呢可能后面后面叫做本世纪呢，据推测可能可以活到150岁。对然后前面呢说，你看这以前人呢活到70岁都很难，现在呢70岁还像个小孩儿，这是习近平说的。普京接着他这句话说，对。换器官可以呢让人变得越来越年轻，然后呢就说他那150岁，所以这件事情简直就是炸了锅了，在网上。今天，所以这件事很有意思啊！我看网上有一些人说，他说啊，这习近平这个说给党内听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最近一段时间。到处都传他权力不稳，让他下台。据说中南海里面也有人喊，说习近平下台，还有说有一个北京有个大字报，总书记下台啊，然后重庆还有那个投影啊出来，这等等啊，就所有都在传他这个权力不稳，失权了。但是这个所有的关键是在于他身体的问题，他身体不好，大家都知道，就是说他身体不好，他去年两会的时候。出过问题，3中全会又出问题，所以这个大家都是所以他的权力被转移了嘛，他自己也证实到，他去贵州的时候，他也讲过这个话，所以有人就说他这个时候讲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你别小看我，还有80年呢，我才70啊，还有150岁，我还可以继续为革命贡献70年，70多年。你知道吗？你讲说你想叫我下去，没那么容易啊。网上还真有这么一批人，他认为说是这个中共官方故意对，这有一批人真的是这样的。人家是说中共官方故意放出来，人家说普京在挖坑，习近平跳里头去了。不，习近平先挑起这个话题来的，是70岁像个小孩儿，对呀。然后普京说的是器官移植，对，那可能普京他可能也比较了解这个中共是怎么这个年轻的嘛，因为他是这个科科博出身，对吧？那你对中共的这些领导人怎么能够说是平均88岁，对吧？中国人可能也就60多岁，这是平均年龄。特别是这个中国的男性。那个年龄可能也就60出头不错了，对，女性可能大概个接近70岁的样子，对，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作为普京当然就知道说你想聊什么，我估计可能是这么来的，那然后呢，这一次你看这个西方媒体整个炸开了，几乎所有的这些不是几乎所有，我看到的主要媒体，什么 CNN 这个彭博社、这个路透社、这个 AP。就是美联BBC 等等的，全部是在谈长生不老，全部是在谈这个问题。今天早晨我们中国那些那个也不知道从哪儿出来一大堆的这些，我们说你说他是小粉红，还是说是这个五毛，还是什么都不知道，就突然间出现一大堆，他们觉得不，这是不可能的，这是怎么可能？这个就是中国媒体自己放出来的，你这一定是 AI 做的，可是呢，这个信号后来就是大家都被截下来了，追究了一下，发现呢，实际上是这个中央电视台自己把这个信号给了大家，所以你看各家的这个媒体，不管是 BBC 还是后来彭博，就反正各家媒体，西方媒体全部是用它的信号，所以全部是一模一样的。其实昨天这件事情刚出来的时候啊，我们做新闻的人都觉得。这假的吧？对 ，AI 吧？我第一次看到，我是不相信，我觉得这可能是有人编出来的啊，他们就说个笑话啊，不是有人说读唇语吗？我们还在说读唇语，但是读他说什么，可能说你的二奶他的三奶，反正就互相讲着，就损人呗。但是后来发现不是，这真出来了以后，你再去追究的话，反正真是他们讲的。但这段东西在中国国内都给 block 住了，海外都上头版头条。这件事情在中国现在国内你是看不到的。凤凰网现在还有是吧？它毕竟算是海外的，它不报有点特别明显。这比东风5C
厉害多了，150岁呀！所以中国的网友打了一圈啊，中国网友就说，20后的2000年之后出生的洗税吧，他还能要再掌位78年。那些还没有出生的，请摁下暂停键100年要不你就全部在他的统治之下，要活到150岁。中国人他其实一下子想起来好几件事儿。其中有一个的话，就想到了，我看那个就是叫尤飞那个什么，有个他的这个胡鑫宇那个律师，姓尤，就是游泳的游，对吧？他就说这个你们想活150岁，人家这个胡鑫宇活了15岁，对，因为胡鑫宇大家都认为是说被中共的某一个什么人看好了这样的一个这种器官，最后给摘掉了，对吧？因为他特殊血型就是说什么类似熊猫血或者什么之类的那种的啊，所以。大家都想到了这个，然后呢，很多人又想到了呢，因为2019年的时候，就是301医院，大家都知道这是这个中共的这种党政军的这个最高领导人专用的御用医院。结果呢，那个时候他当时发了一个这个自我鼓吹的这种视频，那时候我们呢就有一个150岁工程啊，就是呢叫981工程，对，实际上就是最终来讲要形成150岁的这样的一个年龄，帮着这个中共最高领导人活到这么大年龄。然后呢还分成3步走啊，第一步呢是这个叫做健康改善，第2步呢是叫做返回青春，就是第3步就是达到150岁。对，当时的话，它其中有一项就提到了这个器官移植。当时那个网络炸锅了。因为大家都想到了，说你这里边藏的东西，对吧？你说这些老人的这些器官，你告诉我哪儿来的？中国人没有这个捐献器官的这样的一个传统。然后你说你领导人想用，就最后就用了，那肯定是得有一些人得提前结束生命啊。所以当时网络炸锅了，就删掉了。结果他这一次的这个视频一放。又想起来这个，所以恰恰就和你那个981这个工程是对起来了。当时是以301医院301医院在中国太著名了，这是绝对给中国权贵，特别是中央领导人去看病的这样一个地方。那它也集中了最权威的这些医学方面的专家，然后呢分这3项工程，这个叫981981。而这个历史150岁是哪来的？这个不是习近平现在说现在科学推测未来人可能活到150岁。1966年。当时有一个红字，就检查毛泽东身体当时那帮医生说，检查毛主席的身体各个器官都非常的健康，可以活到150岁，万岁嘛。那是母场万金的一个结论，那种性质的结论吧。那还没有器官移植的。那个时候1966年已经开始有移植肾的那种手术了，那个移植都活不了几天。对，那时候的他成功到1980年技术现在那时候技术还达不到的，所以现在的这个技术达到了之后呢，那这些领导人就感觉到好像突然间就是信心十足，对吧？我就特别希望他们这个科技快点发展然后不用移植人的器官，可以移植猪的器官吧？那要把猪心、猪肺或者狼心、狗肺都移进去。这个不是，这个好多人一开始都以为这个，因为前2年中共特别喜欢报道这些，你知道吧？就是包括呢报道这个什么，就是亲属捐献呢，包括这个什么养那种，因为猪实际上最适合。对，没错。猪和人好像最接近。然后呢，这从10几年前的话，一直就在宣传这个猪的什么养殖，可是到今天的话，你发现实际上根本就没有用过那个。所以中国的这个器官移植，你知道哪儿来的？就是这个。从年轻人身上这个出来的，对，特别是领导人，我讲对，就是你说有些其他人可能是个别有什么亲属捐献或者买的其他的这些器官，那另外一回事儿。所以你以为这个器官这个科技发达了，这个他们会用那些什么狼心狗肺猪的，绝对不会用的。他们这一点就跟那个中共领导人这叫。吃这个特供一样，对，你以为的话，谁用他也不用，对吧？谁用他也不用。你以为他是会吃个人造肉，对吧？他给你推广人造肉或者是什么这个蒸发糕预制菜，预制菜，对，那不是他吃的，他坚决不吃。你换个猪心、猪肝也就罢了，你换个猪脑子，你可够一头猪了。我在想就是说移植狼心狗肺，然后猪脑袋，然后就是中国人就被一帮畜生这个领导，这个也大家。
家也说得过去。现在已经这样了。哎呀，这些关键呢，你看哈，本来呢，他这次的在天安门广场去聚会呢，我们昨天说这是首次，对吧？的确，这3国就是中国，然后呢，俄罗斯啊，这前苏联的遗产，然后再加上金三胖，在80年前的时候。他们是站在同一个阵营当中，但即使那样，他们也从来没有出现在同一个境况啊，同一个镜头之下，站在一个境况当中。而且你要把镜头往下摇的话，他们走在第一排，其他人在后一排。对，然后呢，这次呢，他们是真的，这3个国家，即使在朝鲜战争的时候，他们站在一方都没有同框，这次是真的首次同框了。刚才世珊你说的这件事情一定要成为叫做什么世纪照片哈？为什么？对，世纪照片，因为它这个刚刚我们截的这个还没有全，你再全一点啊。然后这旁边是白俄罗斯，这边是伊朗，伊朗那个总统他的女儿还在后面戴个头巾的啊。那张照片5个领导人站第一排，第二排你知道，第二排全是翻译。第二排全是翻译，而且个子比较小，都躲在后头。就是你说什么他就讲什么，都是翻译。第3排才是别的国家的这些人，所以他那个第一排啊，那个新华这个中央电视台很不像话，他们应该蹲下来，把他们照得高大一点。然后这5个人就像那个黑社会老大像出场一样，真的很像。当时你如果把那一段他们走过来的，把颜色调一调，配上音乐，非常棒。跟上海滩没去啊，我们怎么没把你派去？跟这个上海滩的那个老大出来的那个感觉啊，那个是有一拼的。那一幅照片绝对是可以载入史册的。不管它是这个流传千古也好，是遗臭万年也好，但这张照片很重要。为什么？这个事件，这张照片它代表了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就是一个反西方的一个专制轴心一个联盟正式形成啊！你要过几十年，大家一定这么说到这个事情啊。不用过几十年，他其实还不仅反西方了，他其实我觉得反正常人类的这样的一些价值观。你等一会儿再反正常人类，对不对？最起码不用过几十年了，从昨天到今天，这简直太多的细节了。我们昨天就在讲，咱们得看一看各个国家怎么去评价这件事情。那我们就主要看一看。美国，然后欧洲，加上日本嘛，对不对？然后呢，美国哈，那咱就不用说了，从《纽约时报》CNN， 从这个邮报啊，包括路透社呀，等等哈，全都在讲。你看这些题目，《New York Times》呢，他就说民族主义宣传与历史的重塑。然后呢 ，BBC 呢就是习近平的全球时刻与西方的觉醒。还有呢，像这个 CNN 军事展示与替代世界秩序的威胁，这是。美国方面了，那还有呢，像这个日本、那欧盟、欧洲方面呢，对他们这个评价呢，几乎也是刚才我提到的BBC， 然后呢，英国卫报是叫做反西方联盟与历史的扭曲，强调动荡轴心啊，就是他说他们在强调他们的邪恶轴心，他都没用邪恶，他叫动荡重心，这是欧洲方面。那还有呢，像这个法国的世界报。中国挑战西方，欧洲需警惕新秩序啊，这是法国的解读。那其他欧洲媒体什么Sky News 呀等等啊，像这路透的欧洲版呢，叫做分裂与威胁论啊，这是欧洲解读的。日本方面什么 NHK 呀，还有这个读卖新闻呐、朝日新闻呐等等，像 NHK 呢，他们就讲。历史的扭曲与军事威胁，敦促国际社会警惕。然后呢，像朝日新闻反日宣传与亚太不稳定，强调历史和解的倒退啊，这是他们的这个媒体主要去强调的。朝日新闻还算是比较亲日，它是亲中的。然后读卖新闻啊，军事扩张威胁与历史的争端，它也是呼吁国际去进行抵制。读卖就比较右的。他这就是反共的，说白了，然后呢，其他日本媒体都是讲到经济与安全的威胁，然后呢强调抵制，全部都是负面的，而且基本上都是指责说习近平呢利用这个情况呢在历史扭曲煽动民族主义，普京和金正恩的出席强化了中俄朝轴心，威胁了亚太的稳定。然后呢，他们也在说日本呢需要加强和各个国家的同盟啊去结盟。然后呢，评价可以说是强烈的负面，他们特别聚焦于对历史的扭曲的这一部分。对，那昨天我们第一时间就讲到了美国总统，那这边看着嘛，今天川普还对这件事情去接受
白宫记者会的时候呢，记者就问他，他又做了一个采访，他说他们那个游行很厉害啊，很棒，很漂亮。然后呢，他说他们希望我看，我知道他们想让我看，我确实看了。然后他不就在9点15分，咱们昨天晚上就讲了吗？发了2个帖子，这2个帖子呢被分尸了哈，一分为2哈，一半在中国那边去做，另一半绝对不会提。那昨天我们就在讲到了嘛哈，秦鹏，方伟今天也看到了是吧？对他中国他露出让中国老百姓想知道什么，他不想让中国老百姓知道什么。我专门发了个推，我实在觉得这件事情太奇葩了哈，因为中国有句俗话对不对，叫做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啊。这个人家川普连挖苦带讽刺的发了这么个推，说愿习近平主席和伟大的中国人民度过一个伟大而持久的庆典日，在向普京和金正恩转达我最热烈的问候的时候，恭祝你们在密谋对抗我美国的过程中一切顺利。好嘛，这个什么来着？这个中新网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愿中国人民度过一个美好的这个庆祝日，就把后面一段给割掉。哇塞，天哪！我首先觉得非常诧异，因为我确实离开中国很多年了哈，我真的不要脸，不至于到这个地步啊。他是欺负天下人不懂英文呢，还是觉得这个是有传统？哦，真的吗？一向如此。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对。反正我的人民只能看见我的版本，是这意思吧？对吧？你比如说那个中国这个不是讲那个韩战抗日战争，就是说老说那个美国这个参谋长联席会议，当时那个将军说啊，这是一场什么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打的错误的战争，啊，说这么一句话。其实那个人的话是说，如果我们现在跟中国全面开战的话，我们将是错误的时间、错误地点、错误的战争，所以他是反对进攻中国。对，那不管怎么说哈，但是他反正你说这个例子，不管怎么说，你还得动动脑筋去想，这个话也太这没有这个我支持这个石山那个说法，你知道不稀奇。我以前一点不稀奇，我以前的话有一段时间，我其实是正好跟那个新华社的一个前记者。后来这个人呢是到这个参考消息里边的他那个广告公司做总经理。这个人的话姓钱，这个人的话呢就是跟我讲过他们那个新华社，他们或者他们那些参考消息那些消息怎么来的。他说他实际上就是呢，比如说这个西方的或者就是国外的个媒体里边，可能比如说，因为他习惯于这个叫平衡报道。就是说中共这个地方如何这个邪恶，然后的话等等等等，但是呢，往往西方媒体它同时会报一些这个，比如说啊，你这个队伍看起来好像还挺整齐，也有一些新武器，对吧？类似这样的。他说他们的那个记者就是说，怎么能够把有利于这个都是这么干，看起来让说好像西方在表扬我们呐，羡慕我们呐，妒忌我们呐，或者是这个等等的，把那些断门带给他拿回来。他就这么干，甚至呢还有一些个做法，就是中共会自己在海外成立一些西方媒体，假西方媒体啊，然后的话呢，再把这些这个报道叫出口转内销，再给拿回来，放到类似什么参考消息啊，或者什么等等啊这些报道里边，就这么干。好，我同意你们说的哈，我先给你举个这个大家能听得懂的例子啊，比如说秦鹏说石山这个人呢长得挺高大，但是很丑。我不管丑那个事，就取全卖。我说这个秦鹏啊，到处赞扬我长得高大威猛，我就是这样就说就行了嘛，这个很简单的例子。好吧，你这还好，这还比较尊重事实，最起码呢，他说了一半，确实是说的这句话。但是呢，你这个抗战这件事，昨天我们就在讲，气壮如牛啊，抗战这个事情，明明是人家的胜利，他把自己身上。这个是特别有意思啊。我今天到处留意美国人有没有纪念。因为这个打赢日本呢，是美国人打赢的，这基本上80%的是美国人的功劳，对不对？咱们说少一点，美国人的功劳，这个战胜日本。我今天到处去看，我没看到官方有任何活动，没有任何纪念。今年没有。我给你总结一下，我只看到一个什么，我只看到1946年的时候有。不是，我只看到一个民间的，插了很多美国旗，一间银行的外面一片地插了很多美国旗，然后上面一个牌子，他说那个
这个纪念我们的英雄啊。其实川普自己说过，他去欧洲参加那个叫做诺曼底登陆的时候，他就说，他说我们美国打赢的这个2次大战哈，在欧洲战场我们打赢的。他说我们从来没有纪念过诺曼底登陆日或者什么解放日啊。对，美国从来不纪念这个。对，不光93不纪念，这个欧洲那个什么5月几号来着也不纪念，都不纪念。兴致勃勃的就是这些欧洲啊，这些当初打不赢的、打得很艰苦的，他们在那纪念。所以昨天川普就在说，他说你们纪念挺好的呀，但是你得提到我呀，你得提到我们美国呀，我们美国人有鲜血有生命，我最大的问题是习近平有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他昨天就在说这件事情，然后呢，在昨天我们还真没有重点的去谈谈美国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这个抗日战争不仅跟你中共没关系，说实在话，没有美国的话，还抗什么日啊？整个第2次世界大战都不知道打成什么样子了。今天的世界可能不是我们几个坐在这儿在这说这件事情。我们在这做节目可能要讲日语，真的吗？真的有可能哎。所以这件事情在这儿，在接下来我们在展开这部分的时候，拜托哈，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一定给我们点一个订阅哈，再给我们点个赞。昨天大家真的很威猛，我一说完之后就400多个赞就上来了，然后。对，待会儿我们现在还差个200-300人就奔2万了，现在就点好不好？现在就请大家点击订阅，好不好？点一个订阅哈，再给我们点个赞哈，然后呢，再给送个爱心。今天高杰是使劲跟大家要，今天是抗战胜利日，也是高杰的生日，所以呢，大家是给心哦，给个红心哦。蛋糕你这么说吧，你们早说就因为是高杰的生日，大家能不给面子来点这个订阅吗？所以你说这要不订阅的话，就说明我很没面子。所以拜托大家点为高杰冲一个高峰哈，大家点一下啊！对，你前面我还说这怎么2015年习近平整成9月3号了？因为那天是我自己的生日嘛。我知道那个下面有重要话题啊，我还是要在中间再插一句哈。你们刚才说的都对啊，我也承认我这个叫做什么来着？这个见不多识不广啊，一惊一乍的。不管怎么说，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是美国总统川普发的推呀，啊，2句话切掉1句话，没错，这个很容易穿帮啊。到这个份上，我就想说这件事情哈。除了刚才说的这个点赞之外，你知道我们这不是广告哈。这个海外的华人科技人士发明了一个叫做很厉害的工具啊，这个工具叫一链翻墙。这个链接寄到中国去，一点开就是咱们这个节目，一点开他不知道他翻墙了，他在听我们，他也不知道有什么问题，包括在微信里头一边看一边就说哦挺好啊，再分享一个，分享又可以打开，就这么厉害，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川普这个事情啊，就是中新网干的这个事情，也就是他不知道。他谁要知道了，他就知道这件事情有多么荒唐，对不对？所以呢，我就建议大家这样，因为这个说穿了吧，这个打法就是把整个防火墙让它消失，就这么个打法，确实存在很大的代价，但是呢，中国老百姓是不能付费的，因为付费就被抓到，对不对？然后呢，你要让他去学什么技术，这个 VPN 那个 VPN 很辛苦，所以我们就推荐这个东西啊。我已经做了3轮的推荐了哈，每一轮我募2000块钱，2000块钱可以生成100个链接。OK， 20块钱一个链接，大家听好了，20块钱一个链接，30天，7天，24小时，就是每天就是6毛钱。我们可以把这个链接翻给很多华人用，中国大陆的华人用，让他也看到这个节目，而且根本就不知道有什么风险啊。但实际上抓到也没有什么风险，法不责众嘛。对，就这个情况，因为你也不知道。对，所以呢，这件事情怎么做？海外的华人来帮国内的这个人看这个节目啊，不光这个节目，很多别的节目。所以我们现在在募第4个跟第5个这个2000块，你如果这个凑够2000块的话，每个2000块的捐款人，我们每个月给你送一个报告，告诉你这2000块钱的产生的流量有多少，我们都是实实在在跟您说的哈。所以我在这儿也做这个事情，因为否则简直是墙内墙外2个世界啊。没错，我们在这说的口沫横飞，觉得多么荒唐，那边觉得你说啥没听说过，这个怎么可以这样子？这个事情确实是在海外的华人呢，尤其是。方伟，你们的那个领域，这种高科技的人，必须得多承担一些责任了。因为现在说实话，就像重庆那个，你去撒个传单或者你喊2句口号，那个这个差很远的。你就是要用科技手段把它做出来，因为现在这个时代不一样了。你必须得大家要想办法，众志成城的，当然要依靠我们的年轻人。我知道有很多。中国大陆出来的年轻人很棒，很棒，他们真的是，在真的很努力在做这些事情，包括你们这些从硅谷出来的这一批高科技的人，真的要好好多想一些办法。你们是有脑袋，那我们这一批呢，
能出钱的，大家出点钱，能帮忙。现在因为这个工具哈，就是说这个防火墙已经撕破了，已经撕开了。现在是什么问题？我跟大家说实话哈，那个川普第一任有一个这个助理国务卿叫做Barbara Destro。我跟他讲这个故事哈，我说这个防火墙最难的是把防火墙打个洞，对不对？那个墙有多厚啊？要投几十亿上去，我们已经打了个洞，现在没有钱是什么呢？没有钱是出来的那个流量啊，多到我们接不起。他说什么？我说就是这么回事啊。他说那不是 peanut 吗？他不是就那个钱就一点花生吗？一个小花生一样的。我说对，这个花生因为流量每个月几万块，对我们来说就是付不起。对，但是对墙内的人多有意义啊，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要这个花生钱。海外的人帮助国内的人。那么看到真相，看到这个节目，看到这个国际广播署应该把钱给你们，你们就可以做。可惜咱这也不是英文的，川普也听不见。希望以后他听得见哈，那就不需要请大家帮忙了。但是在他支持我们之前呢，请大家先帮我们好不好？下面就有链接哈，大家可以就是说捐款，我们凑够了，您可以拿到报告，我们实实在在的帮助国内的人看到同样您看到的这个节目。好来，大家观众非常给面子哈，谢谢祝我生日快乐，给我的最好的生日快乐的礼物呢，大家就点击一下订阅，然后呢后面你看到那个题目下面那个字儿哈，那个地方有高洁鹏观天下方伟时间，看到了没有？你点一下那个直接就跑到那个频道当中，也可以点一个订阅，我觉得应该搞点噱头我们一起唱个那个生日快乐歌，不行，最后一句变成大家赶快订阅。咱们大家来的时间很不容易啊，我今天呢真的是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刚才你讲的这一半啊。川普人家你看普京是正式回应了川普昨天的帖子，因为呢他就在讲，请习主席替我问候普京和金正恩，怎么个问候呢？去替我问候那个正在和你一起密谋来对付美国的他俩，给我问候一下。然后呢，普京人家认认真真的今天回答了，我没有跟习近平密谋对付美国。今天这是一个外交的事件啊，他出来回应了，普京可不敢把川普不当回事儿，中国不但不当回事儿，我还给你分割着给你干，反着给你整。哎呦我天哪！习近平真是把这个中国往死里整。这个普京多聪明啊！普京到底你说他是不是这次真的像你说的，他这个把这个习近平把中共往这沟里带？真有人说这是给他挖了个坑，因为器官移植是普京说出来的。你说如果普京不说这个的话，习近平会不会顺着往下讲？而且就像刚才你讲的，最起码普京是知道这件事情的。结果呢，这个器官移植今天砰家伙就出来了。今天你看美国的众议院的院长 Johnson 对直接就回应了新唐人记者对这个事情的提问。那当时 Johnson 怎么回答的？对，他说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在过去，我们听说过很多这个关于器官移植的这些事情，对吧？但是呢，这个事情的话，它看起来是那些极不愿意被这个移植的那些人，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强摘器官嘛，活摘器官的这个事情。结果呢，就是这种情况下的话呢，说我们他们的这个价值观是很邪恶的。你看看他们的价值观多么的邪恶。对，他就说这原话多么的邪恶。哇天哪！这件事情我今天看到，人家美国的就是这件事情被怎么讲？从你普京和习近平嘴里说出来之后，众议院的议长必须要回应这件事情。他说，如果这件事情是真实的话，我们需要做点什么？我们需要阻止这样的事情。没有说这是真实的话，他都知道是真实的，因为美国的众议院有过几次的这个谴责中共活摘器官，所以他是绝对相信这个事情的。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要把这个优先级往前提。他是说这个要把这个关于立法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立法的话，如果需要。我们要把呢这个立法往前去提，对，就说紧急进行一些立法，然后去制止中共再继续做相关的事情。对，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你说它有多么的严重？那么器官移植的这一部分呢？其实刚才你讲到了，大家两个方面：第一，这些独裁者、集权者。然后呢，他们要活到150岁，这是大家一个关注的。他们要活那么老长，对，他们在思考这件事。这个不奇怪，所有的独裁者，所有的邪恶的这种角色啊，这种角色，都希望自己长命百岁啊。你看中国现在不是100岁了，这中国万岁，对，都万岁啊！对，你这是中国历史上多少人的这个吃各种各样的这个长生不老药，最后就中毒死了。
啊，我们这个秦始皇先生还派了一大队人去日本找药。促进了这个文化交流，把日本就给弄了一个皇帝过去，对，特别有意思。你看那个以前这个，我们说这一次中共大阅兵，对吧？这个是叫做这个同志们好，下边的话是喊什么？主席好，对吧？这从2019年就开始这个，对。然后呢，就是在之前的毛泽东那个时代，从1950年开始。他是讲什么？这个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然后士兵喊万岁万岁万万岁。对，因为很明显的话，他就是很希望别人喊他这个万万岁，什么长寿万寿无疆啊。我是1999年的时候，就是江泽民好像是99年阅兵，98年的那个时候好像是生日是吧？就是他好像是1898年好像是生日，然后的话，我记得他那个时候的话，在北京，他有个叫什么那个有条平安大道还是什么那个街上，那时候你知道他们他挂那个宫灯，挂了一圈宫灯，就整个一大排宫灯，上面就写着万寿无疆。你知道，就是就是中共领导人的话，就是他很渴望是万寿无疆。然后你像到最后，你像毛泽东战天斗地那么多年，绝对谁也都不怕了，对吧？到了1973年那个时候，他那个眼睛也不好了，因为他有一个眼睛接近失明，然后呢也经常这种流口水，好像就是不敢正式见外国人了，就只能见一些好像跟中共关系比较好的，这样那些人呢不会把他这个丑态或者去出去说。他后来他就写他那个把以前给关于杨开慧的一个诗，叫《贺新郎》，改了一下，把其中有一句叫做这个。人有病天知否？你看，就到了那个时候的话，他想的不是说这个我得为人民做什么贡献，对吧？他想的是我怎么继续万寿无疆，继续的这个活更大年龄，对吧？他想的是说，哎呀，这个现在不战天斗地了，说我这个有病，老天能不能饶了我，让我多活2年呢？然后就是这么一个想法。所以你像习近平他们这些想法，我相信一模一样的，就是。你看现在这个阅个兵就这样的，那个脑袋还不住的晃悠，那个士兵在这个他的右手侧，他在那儿往左看，然后在那儿跟人家这么有挥手，我觉得看起来特别可笑啊，所以很明显他现在是特别怕死。你看你说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前2天川普不也说吗？川普他说我想上天堂，所以他说我要能救这一周就死了7000多人嘛，我能救出来是不是我就能够上天堂了？他可没想到下面你这谁呀？叫做 Rico 张，现在是如何让川普总统活到100岁？人家自己是想到怎么多做点好事儿，多救点命，然后我好上天堂。他可没想自己要长生不老哎，所以呢，这边呢，你这独裁者反倒呢，他要换器官。像刚刚秦鹏说到毛泽东那个，我想起李志绥的那本书。李志绥讲毛泽东临死前那一段特别有意思，大家可以仔细去看一下。毛泽东那个眼神里面看着他，因为很痛苦嘛，马上就要死了，就看着他就充满了这种恐惧。李志绥这个时候他是最后一个人了，他就凑过去跟毛泽东说了一句话：“主席，你放心，我们有办法。”毛泽东马上好，然后就砰咽气。就是他就安静下来，这样好就咽气了。就是他真的是还怕死的，他们想活，想活就怕死呢。其实都怕死啊！你看《西游记》里面的那些妖怪，天天想去吃唐僧肉，为什么？为什么？就是因为说吃一个就能长生不老啊！就是这个，就是大家都想，就是现在跟中共的这一批这个活摘器官有什么区别啊？就我这个现在都不是唐僧了，就随便找一个年轻，找一个没病的人，把器官移到我身上来，我就可以不停的长生不老。那你秦始皇长生不老，人家是派人出去找神仙，对吧？找仙丹。那孙悟空也想长生不老，人家呢去求神拜佛，人家要修长生不老之道。释迦牟尼也想找到永恒，人家出去是苦修，没有一个说你把别人整死了。把东西零件拿过来让我自己活的呀，哪有这么干的呀？怕死，魔鬼这么干。对，怕死是本性，怕死是本性，每个人都想摆脱死亡。当然，这个世界上，恐怕没有多少人能摆脱了死亡的，但是他摆脱死亡的方法不一样。对，你即使坏人，他一定是妖魔鬼怪，他一定是要吃唐僧肉，他才能摆脱这个死亡。
对不对？你如果是神仙，你是神佛，你是自己，你有人参果，那是另外一回事，是吧？但是就是说，现在中共这批人就是，包括这些独裁者，他们做的坏事很多。我跟你讲，对于他们来讲，他们不觉得这是一件坏事，他们真不觉得。包括来美国的这些器官移植那些医生啊。不是我看有人就当场拦住他说你们干这个坏事怎么样，他理直气壮，他说我们是废物利用，他不觉得你那个生命本身是无价的，是可贵的，他觉得你只要不服从这个政府，不服从中国共产党，你就是垃圾，那我就怎么样呢？我就把你这个再造了，我这是废物利用了。你这个词儿，你这个词儿还真是在这个1983年，大概我的印象是，就是什么两高啊，什么这些就最高法、最高检，还有这个什么公安部等等，他们当时有个联合的这个文儿，就是讲这个怎么去把这个死囚的这个器官要废物利用，对，就是这么说的。对，没错，他没有这种。说对生命、对人、对尊严对人的这个尊严、对这种人道的尊严有这么多考虑，他生命真的是蔑视，对，他就是蔑视，对，因为你想都是物质，他唯物主义嘛，你跟石头有什么不一样？你就是跟石头唯一不一样的就是这个你是有机物，它是无机物，那就是这样。他是这样来看这个世界的，所以那个尊严很重要吗？他不觉得很重要。所以共产党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以前我们说的，就一掐脖子就求饶，一放手就牛叉，对不对？他不觉得那个尊严那种东西有多重要，但你别给我活下来，你别给我比你强大，我只要强大了，我全部掐死你们。这是真心的，他们这批人内心的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价值观。习近平还真是这样子。你看这个打贸易战打着不行了，他赶快再求饶。然后的话呢，这个当年跟这个就是江泽民斗，对吧？他也是会装出来，好像一副这种千真烂漫的这种样子，就好像俯首听命的这个样子。回头的话，他就开始又干。所以你说对其他的这个老百姓，他也是这样子，对吧？这么整来整去的，最后的话呢，你看把这个整个国家搞得那一塌糊涂，他不觉得这是个错误啊，他还想着说不行，我还得再活这个500年啊，对吧？然后你看直到实现共产主义，你看刚才我说到的，人家川普是怎么想法？要上天堂，他从来没想过，最起码我没看到他要想长生不老，生老病死，人家认为是个很自然的事儿。你再看马斯克，今年6月的时候，马斯克不也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段话吗？那因为现在说硅谷都在研究长生不老啊，硅谷也在研究长生不老，但是马斯克说，我从来没有在这方面做任何的投资，而且呢，他表示不行，人不能长生不老，人呢在某一个时刻应该赶快死去。他说你长生不老呢，实在是没有必要，说死去非常重要。他说呢，你可以通过保持你身心健康呢，去延长你的寿命，但是如果活得太久的话，会导致社会僵化的，因为领导阶层不会改变，永远不会消亡。你看人家是科技人，我跟你讲，中国文化就这样讲因为孔子有一句话很有名啊，老而不死谓之贼呀。对，所以叫老贼嘛，对，老贼。然后当时呢，马斯克呢跟那主持人对话的时候，他真的就反问了一句，他说想一想一些世界上那些最糟糕的人，你希望他们活多久？这句话回过头来，在今天的时候，在这个习近平啊，还有这个金正恩啊，还有普京这些人身上，他们还要活150岁，体现出来了。你想他们活多久？人家想活150岁耶！问问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们哈，你们希望他们活到150岁吗？希望打个1，你说 no， 你就打一个2，好不好？然后在这里呢，高姐要感谢哈，真的是这么多朋友给高姐说生日快乐。然后还有小龙女给高姐19块9毛钱的这个生日礼物啊，谢谢！我把这个礼物呢捐给方伟，一键翻墙。19块9毛9，正好20块可以。对啊，
可以帮助一个人啊，对吧？还有另外一个链接，一个链接，很多人可以用的这个链接。对，很好，很好。对，这是我的最好的生日礼物，咱们一起呢去打破那个墙，让国内的人看到他们说了什么，让国内的人看到的话，你就知道他们要活150岁。我们家的小孩现在全都强制验血。现在是对，你不知道吗？中国现在是这样的，现在对，小孩到学校全部登记验血呀，为什么？其实现在这个事情啊，你知道多可怕？它不仅仅是说这个中国的那些领导人呐，或者有钱人，他可以去用这些丰富的这个器官资源，对吧？他现在其实是卖，通过这种比如说什么“一带一路”啊，通过和这些我们说集权国家的这种交往啊。他给这些领导人去作为一种，等于是个个人贿赂一样。个人贿赂，通过这个方式的话，去拉近这种资源。这个，你记得上次习近平去马来西亚，对他们的那个这个王子叫什么东西？对，他说，哎，多谢你，我的儿子去北京换器官的时候，多谢你们照顾。所以呢，这个活摘器官哈，从法轮功学员开始，再到这个维吾尔族，再到胡鑫宇这样的街头的，就不是街头的，就是健康的青少年，对，再搞到现在全民都要去验血，全民随时都可能失踪哈，对，这就是中共这个社会的，就不是这个政权的可怕，简直太那个了，器官坏了，对不对？就换掉。对不对？杀一人医一人，现在看起来是杀几人医几人呢？就像秦鹏你刚才说的，他要活到150岁，真的搞不好杀掉10个15岁的小孩子。他当时这个普京说的很明显，他叫做通过持续性的器官更换，所以你代表什么意思？就不断的去换。他说的这够诚实的。对，所以前2年的时候，你知道中国那个时候，2017年好像就是有一个事儿也特别轰动，就是说。有个意大利的一个医生的话，和中国这个就是东北的一个这个大学医生换头术，对，就相当于换身体，说是换头术，其实准确的讲是换身体，换一个年轻的身体。哎，没错，他相当于是试图达到这个目的，因为你再怎么换，挨个换器官的话，其实这个器官有个总体机能的一个问题。所以他们其实就是为什么在别的国家根本就不可能去搞这种换头术，因为它相当于是至少要杀掉一个人，对吧？结果这个事情他能跑到中国来做，其实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中共的这个领导人们其实支持这个。假如说这个换头术能完成的话，代表着说将来这个领导人不用那么费劲了，就把脑袋一换，然后呢挪到这个一个健康的身体上，然后这个老身体就丢掉就行了。你说这个是那个981什么首长工程的一个目标吗？我觉得这可能是他的其中的一个方法。因为经常讲个话题，他的不同路他都要去探索。我其实专门去研究了一下这方面的医学上的挑战哈，它真的是有可能。现在换器官就是3大障碍，第一个就是手术的精准性啊，你如何不把神经跟细胞这个叫做血管切掉，无论是摘的时候还是缝的时候，这个就练习就可以了。你通过很熟练的经验。第二个就是身体的这个排斥，这个排斥呢现在已经解决了哈，因为这个从70年代开始找到这种叫做什么药物，对，药物可以解决让身体不反应起来。那么第三个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供体从哪里来？对，没错。对中共来说，第3个问题谁也解决不了。目前你现在这猪心狗胆狼心狗肺现在不行了，对不对？还得是人。所以呢，那么中共最不缺的就是第3个。所以他的技术就因为这么多的这个例子哈，所以他这个医生练得特别强。然后那些个叫做排斥阻断剂啊，这些东西也在他那就是变得简直是非常非常的熟练嘛。它叫什么来着啊？免疫系统的排斥，就讲的这叫什么有个词嘛，这个东西哈。这就是我们当时啊，就是很多在外面说中国一定要清零的，就采取严格清零的这个政策。我们解释说为什么，就是它就是有这样一个原因在里头，也就是说在海外。就是大家是这个被动的染疫，然后大家都有一个抗体了嘛。但是这个呢，它一定会清掉一批身体不好的人。那你如果在中国发生同样的情况，你想清掉什么人？一定是清掉，尤其是他打免疫的，你换了几个器官，你要终生要打那个抗体，就是那个不让你免疫抑制剂，对，就不让你那个免疫系统发挥作用，那就是他只要一沾到任何的病毒，他就没有任何抵抗力，他就完蛋。
所以这个，所以他一定要把他卡死啊！没错，3年这个疫情清零，为什么这个就是把大家都锁得死死的，就是因为防这些老干部们，对，因为他们的这个免疫系统相当于是被摧毁掉了，就是换器官呐，各方面的，他实际上他很弱，他必须在一个无菌的一个大环境里面来生活啊！你有任何病毒，那对他来讲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当时的卫生部长高福嘛，高福兽医出身。兽医一旦鸡瘟、鸭瘟、猪瘟的时候怎么处理？把所有患病的这些畜生全部屠杀殆尽，然后呢隔开，埋起来。所以他把中国人，当时我们就说嘛，我说这高福就在把中国人当畜生，这个兽医防疫的这种方法，把人都给他圈起来，然后把那些阳性的都给你弄到一个地方去，自生自灭也好，隔离也好，那他根本就把处理动物的这种方式来处理人呐，举世震惊。然后呢，联合国还说中国防疫做的是最好，全世界还要跟中共学，这就是80年抗战打出联合国来。这个其实不能怪高福，你这个因为习近平人家自己承认了，这个3年的这种抗疫来讲是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是人家指挥出来的。那你总得给他方法吧？习近平能想出来把门给你定里头，把大家防疫，那不就是你这些专家学者给提出来的这种方法吗？没错，这是中国这个特色的一个这种管理方法，就是当你这个领导人去想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发现每一次呢都是一个最糟糕的、最惨无人道、最没有人性的一个解决方法。这个就有点像你刚刚说那个问题了，就是它这个整个这个社会运行的机制啊，它没有一个负反馈的机制，它全是正反馈。就像你刚刚看到，我看到外国的报道，有说我好的，有说我不好的，我把不好的拿掉，只说好的拿进来，然后我就变成更有自信，我就更大胆。我越大胆的，别人就这个返回来的就继续表扬我，他就这个东西就完全就已经超过了这个正反馈的极端，就是那个我们的拿麦克风接近扬声器，最后你知道那个里面就那个就系统崩溃，就最后就一定会走的最极端，很快就到了一个最极端的一个状况。所以中共这套体系，因为他把提意见的、监督的这些全部给你砍掉了，他就剩下必须表扬啊，这个畅想光明论这种东西，导致他们自己把自己放在一个信息茧房里面。然后他就认为我做的太正确了。其实我觉得还不完全是信息茧房问题，因为你看哈，这个同样的专家，因为我那时候在北京的时候，你跟一些比如说一些专家学者，大家就是比如说在私下里面聊的时候，其实他们好多时候知道这些问题在哪儿，他们也知道这个问题在哪儿，怎么解决。可是呢，假如说这些专家的话被这个请到了，比如国务院。或者请到了这个什么就是中办的那个去的时候的话，他给出来的解决方法一定和平常跟你说的不一样了。没错，为什么呢？这个就其实牵扯到一个这个叫做出发点，或者叫做共产党的话叫初心的问题，就是你要去解决的是老百姓的困难，你还是说解决了这个政府的困难？他从来不想老百姓的问题。没错，这就是个根子的问题。你比如说，就现在的这个经济问题，对吧？中国的这个大家都知道，现在这叫通缩，然后呢，大家都是叫做内卷。说白，大家都没钱，拼命的这个降价，拼命的压缩这个每个人的这种钱，大家呢整个都倒闭，不断的倒闭，然后呢，整个这个房价，对吧？最后也不断的去跌，各方面的话没有办法去起来。你这个时候的话，解决方法怎么办呢？是就像任何一个正常政府的削减这个政府的这种人员开支，然后呢去把这个减税，然后呢给老百姓想办法花钱，这就是这个正常社会，你只要这个学过正常的这种经济理论的专家，其实都能想到的方法。对。但是为什么你发现的话，共产党是想方设法的，比如说是收钱，对吧？什么强制社保？对，一强制社保的话，据说是要能增加多少钱呢？大概是6万亿的这个人民币能收上来。假如说这个几亿人能够多强制社保的话，对吧？然后呢，再想方设法增加其他的这个，你说让他去把这个公务员去砍掉，或者把这些老干部们的这种，比如说医保或者各方面福利去砍掉，他坚决不干。你怎么可能？胡锡进3万3，你给他砍到2万，
他也变成反贼了。对，所以这其实就是我们说是出发点的问题。他不是不知道，问题是呢，这帮人太知道了，所以他就才选择了一个这种非常极端的一个打压老百姓的一个做法。所以根本不像中国国内老百姓开脱的讲说的是中央不知道，对吧？中央不知道是下面人不好，党好，是执行的过程当中出问题了。其实不是，从根儿上。他们非常清楚，他们就不允许老百姓有钱有自由，不可以，更不可以有思想。那你回到这个阅兵上面，它其实也能体现出来。你要说把人3年都能圈起来，你想想这一次阅兵，昨天我们就说那把人啊，今天我看到有一个评价，我就觉得他说的有强迫症的人看到这个画面一定是非常心满意足啊。那你想想那一个方队的人，真的是一条线一条线，连眼神都不错位的多。你昨天有没有看到？真是吓人呢。那个眼睛睁得贼大啊，亮那个表情。然后呢，据说给他们这个训练的时候，哎呀，就别说一会儿再说这个训练，我那个记者不有记者拍吗？从记者到所有观礼台上的那些到现场去观众啊，就是都得是有头有脸的呢，你没名没姓的还去不了呢，那都是安排好的，像什么雷军呐、毛泽东的孙子呀。雷军早晨3点钟进行入场，记者所有国家的记者采访阅兵，对不对？早晨3点钟就要接受几次的这种安检，在一个地方集合，然后游行正式开始之前，游行正式开始是10点钟，实际上它是9点多钟就开始了，那就是3个小时之前再给拉到指定的采访的地方，那就是6点钟。看哈，凌晨3点钟就开始折腾，还在太阳那天还特别热，好像北京特别的热，昨天对不对？非常热。然后呢，所有的那些坐的那个地方晒的没有一个棚子，也没有搭一个棚子，大家就死死的坐在那儿，连在那个天安门观礼台上那些嘉宾，你看都没有打伞的，扇扇子的，热的个不得了。还有的我看有的把那领带都已经打开了、撕开了，受不了，太热。所以方伟说他一直在盯着这个习近平的脸、表情。这个习主席从头到尾不笑。他真正就突然笑起来那一下，就是大会宣布活动结束了，对，就此结束，他就是开始一点微笑，微笑，否则一直前面全是臭脸呐。就是我是说那个阅兵的整个过程中，我说天哪，他到底什么感觉哈？是肝病太厉害呢，还是人太不高兴，被人家架在火上烤之类的？我不知道结果是哪一种哈，但是他真的一点都不高兴。所以呢，你看下面当兵的啊，这一路上肯定是教他们啊，要如何亢奋啊，如何笑啊，如何怎么样。他就缺了没有这个嘱咐或者没有训练习主席，习主席把这个整个的一盘菜全给败了，在我看来是这样。所以你看这些当兵的，你知道他还有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些政审，就是在提政部这些人，你首先的话必须家里边没有这个海外关系。当然了。这当兵的这些好多就不能有这些关系，他们也太不要脸了吧？那主席台上那个习近平，他们家人都在海外，完了当兵的不能有海外关系。没错，就所有的这些在主席台上这些人，对吧？包括这些在观礼台上好多人，家里边每一个省怎么地都有一些这个美元放在海外吧。杨澜不也在澳大利亚吗？对，给你走个正部还不能有海外关系？没错，所以这就是我们说他双标嘛。对你对于普通的这些人是坚决不能有，必须这个经过这种什么祖宗八代的去审完，然后呢，对于他们自己的人，那就是另外一个标准。所以很多人都特别这种兴奋，那些我看有些小粉红，对吧？结果其实你就跟那个作家李承鹏讲的一样，他说你不要去高兴，对吧？你说这些强大的武器方阵呢，就是你的这个行走的社保、医保、这个退休金、税、罚款、房贷。然后呢，说我国领导干部的子女没有一个去俄罗斯、朝鲜这些来捧场的友好国家去留学的、结婚的、生子的或者什么置业的，他们都是在美日欧这些澳加，对吧？这些敌国，然后呢，呼吁你去当炮灰。他就是这么干的。所以我们看他的这个阅兵的时候呢，其实有好多的那些细节。刚才讲到的是时间的问题，对吧？他最后不还放了一个8万的和平歌吗？8万只狮山。其实我之前我看到说啊，结尾有8万个气球，8万个这个和平歌，我就在想，这鸟那么多鸟，再拉一跑怎么办呢？那在天安门城楼上就啪掉下来一大片，你又没有办法控制。他们有方法控制。
他们好像提前几天不许喂鸽子。他这样说，我看了一下，9月2号，9月2号把鸽子要交出去，交给政府。9月2号就不能喂吃的了，就不能吃。对，所以到第二天，他其实飞的时候，每一个鸽子都饿的，我看到饿的发昏。因为赶快回家吃东西，你知道，赶快。对。然后我补充一下哈，那个整个的下午中午开始阅兵之后的那个叫中午前后哈，温度多少度？31度。哦哟，华氏88度。在那做晒一个3-4个小时，4-5个小时，什么感觉？对，特别合适穿中山装，全部要闷起来。我今天网上我看到他们把1946年，那当时就是结束了嘛这个战争，然后美军回来了，也做了一个大阅兵，然后。一个方队的，也挺整齐的，但不会像他们这种像刀刻的一样的整齐划一，但是也很打着仗的真枪实弹了哈，就哐哐哐走。你说国民政府是吧？不是，在美国，美军啊，一个方队走。82这个空降师。对，然后那里边你就看哈，特别恐怕主要是那个 Marine。那是黑白片嘛，纪录片对。然后那里边有一排小孩趴到那个也是房檐上啊，是什么地方？一群小孩趴到那儿，那腿还不楞不楞不楞的在那看他们的游行。然后那个游行方阵里边还有一条狗，你知道吧？嗖窜进去，然后嗖就跑出来了。你去看那个的时候，你就在想，这种情景会发生在中国的93阅兵上面吗？它简直是已经是。几天就把那个地方封得严严实实的，还有狗能进去，人都3点钟都给你移动到进去了，苍蝇都飞不进去。对，然后那个和平鸽是怎么训练的？他们有一群和平鸽的这个协会训练的机构，他们呢就是每天训练它，不吃不喝，因为就怕它拉，然后呢不允许这个到天安门广场啊飞一圈回来之后再吃再喝再奖励，一直这么训练，然后才能在。93阅兵的这个8万个和平鸽出去，不会发生突然的事件。你这是鸽子呀，鸽子的话，你这个在比如说正常社会，大家会说这样虐待动物，对吧？但实际上你知道这段时间就是天安门广场周围的这些老百姓是过了什么日子吗？他怕，比如说你这个什么刀具呀，什么其他等等东西啊，他做了很多限制。比如说你这个窗子是封死的，不能动。然后呢，你这个家里边他怕你有什么刀具或者有什么这种非法的这种东西，专门警察会或者这些人会来检查，检查之后给你锁死。然后呢，抽屉都给锁死。对。然后呢，你这段时间，比如说你那个煤气，他给你停掉。对，让你没法做饭。对，咱们他是礼拜几啊？一早晨他们到外面领盒饭啊，对，领盒饭。然后盒饭都有什么呢？2个火腿肠，2块面包，一个榨菜，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啊？那个一瓶奶，一瓶水，对，一瓶奶一瓶水，这就是他的领来的东西，不可以生火。真要谁想不开，那天在那块搞了个煤气罐爆炸，他们受不了。对，给你搞个管线爆炸，他们害怕，没面子，所以他们把长安街2侧管的是个滴水不漏，真的是滴水不漏。我在想象啊，他们那个军队超过去的时候，突然有一个煤气罐砰炸了，如果那个士兵目不转睛继续往前走，牛。然后这才是牛啊，是吧？如果是做鸟兽散的话，那就你看我以前看这个叫做什么踢正步，对不对？这种整齐划一的这种东西哈，那个因为英文里头叫做 goose step，就是鹅步啊，你鹅走起来时候噔噔噔叫那么高哈，或者把它叫做 duck step 啊 ，duck step 这 goose step 全那么叫，就是我后来查了一下，我说这种整齐划一的这种完全刻线一样的这种就叫行进啊，这种阅兵到底从哪来的？我还查了一下，它最早是什么地方？它其实单条线在传，你知道，它不是全世界的。当初是18世纪是在普鲁士的那时候军队算是蛮厉害的，在欧洲很难打嘛。它就普鲁士的叫做腓特烈大帝，那个时候就是发明出来的一个叫做刺步的那个步伐，就走起来很整齐哈。然后呢，后来再传到德意志帝国其他的就是公爵啊，其他的这个叫做这个公国那个地方去，然后再到后来呢，其实沙俄军队后来从德国那里学来的，沙俄再传到苏联再传到中国、朝鲜、古巴，还顶多就是东欧集团国家，这个东西并没有传开。
其他的国家的阅兵呢，基本上走的差不多就行了，没有说搞到哇，简直是1毫1米。其实我当初在无锡，我参加过军训啊，你们可能也是有没有？我们87年造反的，有这个资本怎么样？反对资本主义自由化哈。对，我们就是复旦跟那个什么来着？资产阶级自由化。对啊，2个大学就是这个就造反，结果就要教训我们，所以大学1年级这2个学校都得去军训。那时候就把你走过鸭子对，把我们弄到这个叫做无锡的这个叫做什么来军区里头去哈，就学鸭子步。这每天呢，这个大概待了40天。20天就是走鸭子步啊！这没事干的，每天在那就是这么撑着，你知道吗？那你们还好，这样复旦那个89之后好像是多了1年，要干1年，我们就1年是专门的这个军训，我天啊！对，所以呢，什么感觉？那种训练有没有给你脖子领子上扎一圈大头针，像那个军训一样？大学生没演到那个地步，这就是2个字，就是无聊。每天干什么呢？在军营里头干嘛？唱歌，唱革命歌曲，对，唱完之后就走步，就干这2件事儿，对，来回来去干这2件事儿，顶多就放个风啊，你稍微自己给休息，叠个被子啥的那他那个训练，他是要求把你变成个士兵，士兵要什么呢？不能有自己的思想，一个命令趴下就趴下，哪怕下面是一坨狗屎，你也得马上趴下。对不对？说这个站起来就必须站起来，他就是完全。你别说，还真是这样子。我有一个，这是一个算一个亲戚性的一个这个战友，他是一个省的这个就是武警的这个，他不叫司令，叫什么来着？后来改叫司令，支队长啊，总队长，武警总队长。你知道他那时候他告诉他说他训练那个兵怎么训练吗？就让你去做这种强制的，比如说就是那种卧倒啊，或者是什么后仰啊，等等的。一开始的话，那好多这个教官的话，他怕摔着，就把这些领到这个，特别是后仰的时候，领到那个草地上。结果他来了，他一看，哎，把这个烧了，就是把那个整个草地全烧了。烧了之后，后来这样摔死一个人。结果的话，你知道他这个总队长的话跟我们去讲的时候，他都是很自豪的说带兵我挺有水平的那种的，就讲说啊，你看他这个结果摔死了，结果你看后来这帮训练的嘎嘎的，就这么讲。所以你看他带他来看的话，你说这些兵啊，这个训练出来怎么去听话，怎么去叫你到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下，怎么能够去匍匐前进，或什么多么这种糟糕的这天气，多么糟糕的这个地面。那个是他的一个达到的目的。至于说你这个死活，他其实不在乎。各个国家都有军队，能到这种程度吗？对部队士兵的训练差不多。其实他的核心的精神是差不多的。核心精神是中共的。那你说你训练啊，就军事训练、体能训练，那你总不能24小时除了睡觉你都训练，对不对？他剩下的时间你总是不能天天在那体能训练吧？他干嘛？中国的部队里边这些士兵那点军贴啊。买很多这种笔记本，然后呢，剩下的时间在那抄习近平语录、习近平选集。在江泽民时代，在中国部队里边就是这么干的。这个细节呢是高志胜律师，你还记得哈？高志胜律师呢当时被看管的时候，就都是军队的士兵站岗看着他，但是其实士兵啊都是人，你怎么管他，他毕竟是有灵魂的，所以的都是。有监视，不能让监视看着，就跟高志胜说话。高志胜就问呢，他说你都干什么呀？怎么问呢？就这些细节。他说你这钱都买本干什么呢？他说每天把那个思想都得给他填满，抄这些习近平选集啊，都抄这些东西。当时不是习近平时代了，是胡锦涛时代，部队里边训练中国的军人，你所有的闲暇时间，你都只能做这些。你说你刚才说，部队差不多都是这个宗旨。我们看美国那个大兵。拿个手机成天拍来拍去的，在个军舰上，我觉得美国军队太松了。不，我觉得不是啊。他这个你，我觉得不在这个地方，就是表面上来讲，像史成老师讲的一样，他确实是我们说令行禁止，对吧？你下达个命令的话，刀山火海的冲上去。但是呢，我们说正常国家的这种士兵训练，他是要真正的爱国的，真正的爱民的。对吧？这是他的真正的要去训练出来的东西，就他有一个这种核心的一些价值观在里头。但是同样就是我说的这个省的这种总队长、武警总队长，对吧？他的这些士兵，就他的司机，你知道是怎么玩吗？在那个就是
开这个车的话，那个闯红灯，或者是下边那个警就是交警拦他，下来就打。对，哎，你以为他训练的是说他真的是那么听话，或者是好像爱党爱民吗？他不是，他真正的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套。所以那些这个当地的这种警察看到他们这些武警的这帮人就哆嗦，就害怕。为什么？你不听话就揍你，而且一拉一帮人来去斗这些人，就是他们实际上是训练出来这么一批人，就是怎么能够去训练出一个相当于是有一个土匪性的，然后的话只听他们这个当官的这批人的命令。哎呀，所以昨天你看到那一批士兵们，男的女的那么年轻，被训练成一个肉体机器人儿。就是走的人形的，不是钢铁。他说是钢铁战士，你们是肉体的钢铁战士。然后呢，我们就知道这个生命那么多的年轻人就已经被中共共军已经训练成这样的一种，只能听党。他昨天和到今天大家都看到了，党旗在前面，只能听政治建军。你看他的就是几次的话，我们说中共建政之后打了好多次仗，对吧？但真正打的最多的其实是国内战争。死的人最多的就是去镇压老百姓的，对，镇压老百姓，包括这个89的这个就是进入北京，包括其他的这些。所以对中共来讲的话，训练兵最终达到的目的是这样子。你只要说这些人反党反政府，你把他格杀勿论，那你这个时候的话，能够这种哪怕你亲爹在这个面前，你也把他能给干掉。这个实际上这个在他们来看就达到训练目的了。这个塔苦利台湾的朋友他说，看中共的阅兵真的好像小时候台湾的阅兵，不过我喜欢现在的阅兵。台湾的现在是表演式的阅兵，美国的历史式的阅兵都很有情感，中共的阅兵呢杀气太重，那些军人不叫表演，不如叫机器人来演，很像星际大战的坏人军团。哎呀，高杰跟你简直太有共鸣了。对，这就是昨天中共他达到了这样的一个目的，他向对内对外所宣示的就是他训练出这么多的星球大战的军团。你说你把他叫坏人，我还不忍心。那些年轻人完全是被洗脑的状态，我非常同情他们来自台湾的朋友，你知道吗？我今天一直跟这个石山老师，我们一直在讲这件事情。我说我这出国了，而且呢是做了媒体了，否则的话我可能就是被洗脑的那个。我一直对法西斯的这种美夸夸整齐划一的，我还觉得很过瘾的这种感觉。直到呢现在，我现在知道我能理解你在说什么，但是呢在中国。今天我们有一些年轻的这个编辑中国的年轻人在海外的，你知道昨天阅兵的时候，在中国大陆的老妈老爸打电话，赶快去看阅兵，看我们祖国多么的强大，赶快回国吧，回来吧，不要在外面待着。你看这次我们都没有邀请美国，都没有邀请欧洲所以呢大陆的这些80后90后的年轻人在海外的都被国内的那些70岁上下的家里人打电话催着他们要回国我想问问我们的观众朋友里边有没有类似的这种情况发生你们接到了国内的这种电话了没有？您怎么看？把你的感受呢打到屏幕的下面，那高杰呢和大家来一起去分享在这里呢再一次谢谢祝高杰生日快乐的。今天不光是我是抗日战争纪念日，哎呀，以后我这生日简直太响亮了。然后呢，再一次谢谢 Panda Learning 赞助1.9毛9，然后呢，Chang Roslyn 感谢您49.9毛9，谢谢。刚才说到哪儿了？说到士兵训练，对，没有我刚才想问的就是有没有去把中国大陆的这些叫回来。所以我今天问了这些年轻人，我说那你们想不想回去的爸爸妈妈，你们想不想看这种阅兵？他们这么说年轻人这么说的。你们就80后的这些孩子们以后他说在国内的时候我们也不去看这些东西，因为我们是在媒体，很多年轻人以前是在媒体当中工作的。我说那你们做媒体的难道还不去搞宣传的吗？对不对？你们应该很兴奋的。他说内幕看太多了他说越是在媒体里边越对这些东西不当回事，不想看，而且不过他们年轻人也说嘛，就是现在确实老人喜欢看这个东西，对，年轻人不喜欢看。我还真是说为什么？真的吗？我想这也问一下我们的观众朋友是不是这样子你如果了解国内的情形，我们的同事说
年轻人，这80后就是到35岁以下的，45岁以下哈，不喜欢看这些东西。因为现在是毛泽东时代培养出来的一大批人，50年代出生的，60年代出生的，甚至有一些70年代出生的，就是在早期训练啊，都是毛泽东那个时代。他们有几个特点：第一个，自己吃不饱饭，但是关心世界大事然后真的就是说我明天这顿饭在哪我不知道，但是呢，我关心全世界别的人还没有得到解放，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一批人普遍的轻佻，就是说太容易说大话，太容易说大话，就像这个呢，倒不这个最典型就是中共的这一批高干子弟。就是他是比较轻佻，就是任何话这有什么了不起？老子一去就怎么样，我可以如何，就这种，他不实在。他都不是吹牛，他比吹牛还要更严重的多，就是比较轻佻。这一批人，像我们在网上看有些网红啊，有一些人互相骂的时候，你可以发现这个特点，这有一批中国人给训练出来比较轻佻，就是这种人。当时呢，所以他们这一批人看到了以后，还有一点，就是刚刚高姐说的，因为小时候，因为你知道对人大脑的影响，逻辑只占30%，剩下70%其实是跟你的情绪有关系。我给大家讲那个故事啊，我在旧金山这个一个朋友请我吃饭，在一个川菜馆，那个旁边就是厨房的门。我们正吃着，就听里面一个人唱歌，一边砍肉一边唱歌，拿那个大刀，梆，你知道他唱什么歌？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前面那个万变呀下功夫，就是这个 biang 我们两个都是文革过来的人，就听得哈哈大笑。我们说这边还有这样的人，我们就推门看，还认识啊？谁？还认识？就是里面那个人还认识，还是政治庇护跑出来的人啊，你知道，就是这样的，就他那个东西啊，在共产党他训练到你已经下意识的你就已经是那样了，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他为了发泄他的情绪，他只能用这个东西来发泄。他唯一会的是这个。对，当那个东西，当那个音乐，当那种情调，当那种场面出来的时候，他不由自主就激动起来了。我再给你讲个故事，在日本的时候采访了一个民运的那64的那些学生，他因为是64学生嘛，像也是学生领袖其中的一个，然后呢，他在国外一直其实不给他护照，也不延期，就没有国籍，但是你能待在日本，你女儿出生了，怎么办？他到中国大使馆给女儿上国籍呀，这孩子生出来没国籍，不给，女儿也不给，爸爸不给，女儿也没有国籍。他本来就64的学生领袖，气成什么样子？女儿没国籍，抱着孩子出来的时候，他唱国际歌，然后他自己都说，自己也骂自己。他说我这边孩子都被那么迫害的没国籍了，他说我脑子里边唱的还是共产党教我的歌，他就完了，他说我这辈子算是完了。所以刚才就跟你讲那个特别的像，他从小被灌输的这种音乐。我刚才也在讲。你昨天晚上你脑子里有这个，我今天早上我一想这个阅兵，我脑子里就是他那个什么《义勇军进行曲》这个节奏。哎呦，我说这个东西好像有毒哎，这真是有毒啊！没办法，得往外排都排不掉，是吧？对，你像音乐啊、味道啊、视觉的这个就是感官的这种东西，它对你脑袋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大，而且呢，你的这个显意识你都意识不到，你自己都意识不到。他到时候他就犯出来了，所以这个我们看这个阅兵的时候啊，很多人很激动啊，像不一定他是真的喜欢共产党或者怎么样，他就是被这种宏大的这种场面他给激化了，或者被泡成那个样子。我记得我在1988年嘛，88年我在上海读书嘛，那时候王沪宁是我们学校国政系的博士生导师啊，也是你们辅导。哎呦，那时候还蛮有名的，对啊，叫什么这个师承辩论，所以那时候我们还觉得这个王沪宁还挺厉害。
呀。所以我说这个故事哈，但那叫亚洲大专辩论赛，对，那年是台大对复旦。王沪宁是这个复旦的这个带队的老师，带队老师，教练相当于对教练，就两边在台湾辩论。当时我印象最深是什么，你知道吧？我说天哪，那个题目叫什么呢？孔子对当代社会是好还是坏？就抽签来挑哈，谁挑的正面反面都随便挑，挑完之后就辩论。那个时候你知道吧？那时候我当时第一次很开眼呐，台湾的大学生怎么台大说什么都是说孔子啊，就是说我的邻居、我的老师、我的朋友、我的爸妈都这么说的。我们复旦的去吧，张嘴就是历史啊，这个形势啊、世界啊，全是那一对。我那时看到哇，同样是大学生，思路完全是两回事儿，你知道？一个浮在半空中根本就不着地，另外一个呢就是非常踏实的，我的邻居啊，我小学老师啊，跟我的什么感受。所以我那时候才觉得说我就觉得我们怪怪的，你知道？我以前觉得就是我们最聪明最正确，对啊，我那时候觉得我们真怪。我们出来搞媒体你就知道，就是经常我们这个做编辑嘛，那个文章你一看就知道是大陆培训出来的，这个就是他的所有东西首先抢占价值道德制高点，先抢上再说，对不对？抢完了以后，我这正确，你们一切都是不正确的。我这个海外，你知道做新闻不是这样做的，是吧？我们出来，我们先讲事实，先讲这个，然后讲你左邻右舍，讲你身边的事情。他不是，他一上来就是这个爱因斯坦当年是怎么说的，对不对？然后苏格拉底怎么说的，是吧？孔子如何了？然后哎呀，就是给你引经据典，没错，弄个大空架子，没错，这都是。这个共产党训练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现在在网上经常就可以看到这种，就是很多这种小粉红也好，或者是有一些他们派出来，他们跟你辩论的时候，你在讲，你说我们家人受迫害，他会告诉你，国家在发展嘛，你们就忍受一下。他是真的是这样，他的思维方式，他不觉得，哎呀，你们家受迫害，你是我的朋友，那你怎么办呢？他关心你，他不会有这样想法，他会想说，哎呀，每个国家进步都会有代价嘛。他是这样的，他是真的是这样想的。我们进化论有一些就被淘汰了，那你就该死了呗。就这种感觉让你就是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啊。那这种是典型的共产党的一些就是教育出来的一个特点。像对，所以后来你说那个70多岁啊，60多岁，哎呀，这个最明显，太明显了。所以后来我其实就是看书知道了一个东西，我就感觉到那个时候之前那个教育一下子就有点颠覆掉了。是什么呢？叫做多数人的暴政。就是说之前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你说为了党的利益，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的话，牺牲你这个小这个东西，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在中共那个体系下很多人就这么想的，对吧？可是呢后来你就知道了一个东西，叫做这个多数人的暴政。对，就是有些人的话呢，他可能说利用，因为人多，我就可以对你这个其他的少部分人生杀予夺，对吧？因为的话，你这个犯了错误，或者是叫什么违了法，所以呢，警察就可以无限的这种暴力对待你，甚至打死你就白打。为什么？因为你犯了法，凭什么你犯了法呢？当然就该怎么着了。可是呢，正常社会不是这个思维，正常社会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你就算犯了法，那你必须按照相关的这个法律的对待，如何去对待它，人性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对待。同时呢，你警察也有他的这个规则，你不能突破你的规则，否则的话你也是违法，对吧？这实际上是和共产党从小教的那个东西完全是相反的。同样呢，对于你说，你可以去牺牲了某一个人，那这个也是坚决是不允许的，你呢？他有他的这个人权，他有他的这样的一个这种保障，你必须呢这样他的这样的一个这种保障，去能够正常的去生活下去。所以这其实是我觉得正常社会里边大家来了之后就发现是这么回事儿。你包括的话呢，你说来到了这个，比如到美国。在大陆的话，你比如大家经常，你比如说开车，或者是就是你对于这种路上的这种行人呐、什么自行车啊，其实是不在乎的，因为中国的这个规则里边基本上也是漠视这些这个弱势生命的。但是呢，到美国这儿来，习惯性的这个教练都会告诉你，这个你看到这个那边有行人，或者到哪怕他是穿越这个，你要让人的穿越红灯，他违规或什么的，你也必须是老远你得去刹车。
就是去让人为什么？因为这就是生命，尊重个体生命，他看的某种意义上比其他的很多都高。你在美国考车牌不是有那个笔试吗？对，有笔试里面，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笔试里面就有这个题，就是说你在直行是绿灯，结果有一个行人，走到马路上了，你怎么办？是几个选项？就开过去，不管他。还有什么就是说按喇叭，什么减速让他过，这你当然你就知道，只有减速让他过，就是说。虽然你没有违规，你怎么样？但是这个是要礼让的。对，他那个说得很清楚。我觉得我把它这个提炼一下哈，因为这确实涉及美国，包括这个国家的设计哈，它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因为美国是一个民主社会，它确实讲一个原则哈，一个立国原则叫做多数决。什么叫多数决？就是51%就可以决定怎么做。对啊，否则的话少数会绑架多数的。对，所以确实有一个原则叫多数决。另外一个原则就是多数人决定，但是保护所有人的利益。就是说，美国的就是他所订立的一些权利啊，是多数少数都一样的，人人都必须守。你不能51%决定这个白头发的都杀死，在美国绝对过不了的，因为是不能杀人，这是一个基本的权益。而这些权益是跟神连在一起的，叫自然法哈。或者说在圣经里头，在所有的宗教经典所订立的人的基本道德，把它变成法律。对，就是不管你是少数、多数，特别是少数，多数人是不可以施加这个暴力的。但除了这些权利之外的决定，那是多数决。它区别在这个地方，就下面有厚厚的一层人的基本权利，在上面的社会事务啊，那确实是这个51%决定怎么做。这个是来自于这个英美的这一套体系，对，它是最早的时候，对权利法案从这儿来的。其实这个你刚说这个，就是我记得以前我们写文章的时候说，王岐山经常推荐2本书嘛，一本是《法国大革命》，第2本就叫做《乌合之众》。没错。勒庞，这个勒庞跟那个现在哪个勒庞？就是这个作者叫勒庞啊，乌合之众，就跟那个勒庞现在那个是一个姓，他都是这个。那本书写的什么呢？那就是写的这个，在民主社会里面特别容易出现这种多数暴政啊，多数暴政，所以他就写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应该怎么制止这种多数暴政的问题。其实你中国共产党，你要回顾他的几十年统治来讲，他其实利用的恰恰是多数人的暴政。所以他每次就是资本这个地主是少数，我们这不到5%，咱们要一起把他杀了，把钱抢了，大家一高兴杀完以后杀光了，回头一看，资本家5%，把他杀了，然后组织派，然后这个知识分子，就每次他都是利用多数的暴政来做这个事情。是，所以当大家没有对这个没有清醒的认识的时候，当然这个社会就会其实是回到一个丛林社会，就是说谁当时拿着刀更多，就可以把人杀了，把他吃掉，是吧？对，因为这个法国人就是这样，因为你那个叫那个法国大革命以后有一个阶段是那种就是他们就是雅各宾派，对雅各宾派红眼了都，对，就是今天你在台上，明天我们就变成多数，我们就把你杀了。对，就一个轮回，搞了好长时间，所以他们也总结了很多这个东西。所以美国人算厉害，美国人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就已经开始这个就已经琢磨出来了，他们设这个，所以这个英美的这一套原则啊，它是有很深的一些道理。对，其实我觉得它是跟神连接在一起。其实当时那个华盛顿就专门讲过这个事情。其实美国大革命就是在法国大革命前面，对不对？他说区别在什么地方？他说因为我们美国大革命是在神的指导下做的，法国大革命就缺那个东西，追求所谓的这个民主啊、自由也好哈，所以呢，那就是以革命的名义杀人，以民主的名义杀人，以自由的名义杀人，以多数就是多数暴政。当你没有一个怎么讲呢？没有一个信仰或者没有一个神的指导的话，你就是完全是失去罗盘的。你根本就没有一个就是清晰的一个就是人类基本价值的一个定义，没错，所以就没边界了。跟现在共产党其实有类似的地方，唯我独尊了。对，就是我想要的，就是我想什么，就我就是规则，我就是权利，我想要的一切按我来办，不符合我的一律杀掉。对，所以我觉得华人呢，我们在这做这个节目哈，多数听的我觉得是华人，对不对？很多华人他确实是无神论，我觉得是理解这件事情是有一些费解的哈。但是你去研究世界上所有的宗教经典，无论是基督教啊、佛
佛教啊、道教等等之类的哈，犹太教你研究下来，它的根子上其实是相通的，它有同样的一套价值，这套价值就是天给的，你不能违反那个东西。你再多民主选举95%对5%都不能改变那个东西，对，你不能杀人，那不是人定的，那是天定的。对，这个就在中国那边，就是东方那边的话，叫稻盛和夫，他有个总结，他说这些不同的信仰啊，这种传统的这种道德价值观呢，他把它总结成叫做敬天爱人。对，你发现他这个是个这种底层的东西。那底层的东西在的时候的话，你就不能以一个这种比如什么集中制的原则，或者是一个这种好像革命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种幻想，然后呢去剥夺其他人的这种生命啊、权利啊等等，这个是坚决不能做到的。这个在中国古代其实也是这样，因为这个皇帝并不是最大的，他还是天子嘛，对，他有个天道嘛，是吧？所以这个人皇帝不好了，我们是这个替天行道啊，是不是啊？我们这个伐无道之君啊，我们都是这属于正义的，它是有这样一个意识形态的基础在里面的。就是不管怎么样，这当然皇帝他权太大，他也可能干很多坏事，官员可能干很多坏事，但他们是无道昏君，对不对？他们是这个失道了，对吧？这个在中国古代的文化系统里面，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制约的。当然，它这个制约呢，跟基督教的比起来，它是软制约，它不像基督教是个硬的一个制约啊。但是到了共产党那儿就完蛋了，对，就是完全都没有党的意志就是道，对，没有天，没有道，我就是老大。所以习近平说：“我将无我。”他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我就是神佛，真的，他真是这个意思。我告诉你。它真是这个意思。所以过去呢，中国老百姓可以造反，因为叫吊民伐罪。我们去惩罚替天行道，惩罚无道昏君。但是现在的中共呢，我就是天，我与天斗，我都不是天，他在天上的还厉害，他与天还厉害。我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所以这样的一个政权，你说他怎么可能敬天？他敬天，他就尊重，他尊重别人。他哪有尊重啊？不可能的，爱民怎么可能？你这就是奴才，你就是韭菜，现在就是人矿、器官矿，行走的器官库。那你这样的一个党，你今天他做了这样一个阅兵，他把那些花尽了那么多的钱去训练出的那样的一些军人，就像刚才那位网友说的是什么？你就是行走的那些机器人。机器人不说，你就是你的税金，你未来的房地产税，你的这种教育、养老、房子，你所有的这些钱，你供出来的是屠杀自己的一种机器人军队。钢铁军团是针对着老百姓的。其实今天我看到中国有一个中央电视台又开始了，要开始倒查香港艺人的30年的税。然后为什么呢？旁边老网友扒出来贴出来，他有一个统计表，国籍有没有绿卡，然后呢宣传什么呢？有叉和勾，对93阅兵转没转发，转发的是打勾，没转发打个叉，然后呢打叉的那个全都是红色的，要倒查30年。他们说看没有在自己的，因为他是名人嘛，艺人嘛，然后现在呢要查这些香港艺人的这个30年的税了，因为没有转发。我瞅了瞅，咦，成龙居然也没有转发。转发分2种，一个呢是转发阅兵的，第二个呢转发相关的帖子。那也有的，我看看，成龙还在这里头，真这样啊？我就拿阅兵来看他的政治取向是吧？然后不正确就要查你30年税。我估计这是下面的人干的吧，不是中央电视台吧？中央电视台公布了这个消息，倒查30年，但是原因没这么说。然后呢，网友呢把这个拿出来了，我看起来不像是。因为你没有办法弄这样的，有这个统计的，是有统计表的。管宣传口的人要收拾这些艺人的情况之下，这是一个衡量的指标。你爱不爱国？你有没有宣传93阅兵？而且这回要倒查香港艺人30年，还有台湾的。只要你在中国大陆的，你有代言的，你有这个账号的，你有粉丝团的，都在这个名单上。那没有呢？没有就不查了。那你抓不着他把柄，他怎么查？他为什么到香港查你倒查30年？他到台湾他也查不着啊？不是查得着。你知道共产党在这个打内战的时候啊，去收税，他是收税从义和团开始收起。
啊，对，这很多啊，教堂啊，天主教教堂啊，从义和团听说过，是不是雷震远的那本书？对，那个书有，还有他写到的是一部分，还有一些没写到的。哎呀，那个收都是收几十年以前的，就是他想收你的钱，他名目有的是办法啊。没错。这个我觉得香港的。这个查一查会非常有意思，因为现在的很多真的赚大钱那一批人都是特别啊，就是亲共的，因为中央电视台没有说给他打勾嘛，那就是所有人都要查。我是同意他们去把所有人都查一查，这个很好。所以呢，9月1号的社保呢已经开始强制上路了，然后呢大撒把的钱也撒出去了。93阅兵呢也向全世界昭示了，我们现在就是要跟俄罗斯跟这个。金正恩就是要在一起，我们就要同框。然后呢，人家各个国家也读出来了，读得非常准确。习近平准确地传达了中共你们要干的，大家也看明白了。那今天的这个川普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跟习近平关系很好。我跟金正恩也是好朋友，接下来两三周，普京也是好朋友，对，跟普京都是好朋友。接下来两三周就来让我们看一看吧，到底这好到什么程度？怎么解读他这句话？反正川普就这样了。那他大家现在明白了哈。他说谁是他好朋友，那个人就得小心点了啊。他从来不说他真正的盟友是他的好朋友啊。这是他的方法，因为他要跟这帮人打交道。他就要说那个好话，就给对方希望，给对方安慰。但是下手他是不容情的。我怎么觉得他像东北的这个很多做生意的方法一见面哥们儿喝酒，咱们好哥们儿，然后摸个刀子，关系深，一口闷了，然后就刀子摆桌上。其实川普在国内也是啊，那个叫什么？上次什么来着 ？Christmas 的时候啊，他也说祝我的政敌啊，他是民主党哈，祝他们都这个叫节日快乐啊，这个那个的，最后再刺人家一句话。就川普就是这样子的，他就是说话软中带硬，对不对？硬中带软，他绝对不把桥烧了。他不站在一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这个对错的取位，因为他是一个商人就得跟所有人打交道啊，而且他特别，我觉得对独裁者打交道，他是真的是有他一套的，他对他们特别重视，特别知道我要说什么。就他的盟友，反正是朋友嘛，对不对？他反而比较马虎一些，但迄今为止也没有错啊，手法是 OK 哈，因为包括说他在关税啊这方面对他的欧盟很强，对不对？很硬，没有翻船，你看到没有？对，人家最后想想看，OK， 你也没有很过分的，还是有道理的。虽然我会损失很多，但是你要的东西是有道理的。对，而且这个欧盟后来好像还把他这个原来计划收的这些关税又给取消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是，所以这次我认为哈，这次93阅兵之后，我觉得中共他这次搞的那些个名堂哈，我觉得什么3个人同框啊，现在搞的这个什么这个石山说的这个世纪照片，我觉得每个人就算了啊，每个人知道你就是这一伙的，但是我觉得最刺激的就是欧盟。对，今天刚刚出来一个消息哈，那个英国每日邮报啊，每日电讯报说这个。中共 supply 大概5000万美元的，种的什么微晶片呐、什么是碳纤维啊，全都是造无人机的，给俄罗斯。他说我们现在认得清清楚楚，他们就是站在那一边的，不管他们说什么。所以欧盟我觉得经此一役啊，现在欧盟真的要武装起来了。我觉得大家说实话啊，就不是说实话，我们就看得出来，欧盟真的要武装起来了。所以呢，他要成为一个军事强的阵营。所以呢，我觉得这次。实实在在在外交上，中共损失最大的就是把欧盟真的逼到了对面去，对立面去。但是我觉得习近平看那样子，他根本就不在乎这件事，不在乎，他不在乎。但是呢，昨天我还跟这个高杰讲，我说这个接下来的话，这个1-2周就看这个川普，他绝对会去收拾这帮人。至于什么方法来讲的话，他可能就会，也许的话，有些人有些拉，有些打，有些什么方式，对吧？可能或者试着再去做一些这个事情。但是呢，他绝对不可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么多这个邪恶在那儿呢，好像趾高气昂的站在这个城楼上，最后再联合起来，比如说他们在欧洲或在其他地方去搞一些这个事情，他绝对不可能允许。下面美国要出手呢，我觉得他要出手的话，那跟欧盟就是同进同退，因为。这场阅兵已经把欧盟逼到跟美国一个阵营，就是逼到美国一个阵营了啊，所以共同的敌人就展现在面前。所以呢，就是在政治上，在外交上，习近平做的真的是非常的蠢到没边儿了。习近平想长生不老，然后呢，川普和欧盟梦醒时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对不对？所以其实你回头看，你说欧盟也好，美国也好。他们要长生不老换器官，他的这个技术
器官手术的技术，包括它这个抗排斥的这种反应的这种药物的技术，全是来自欧洲、美国这些学校啊、医生啊，技术给他们培育的武器。今天呢，他不是整了那么多武器吗？大家都在看，就东风61也出来了，他说这是没想到的、意外的。还有呢，昨天这个指定说的这个那个防空的那个防御性的导弹，红旗29，对，这个也被CNN 点出来说，这是一个要值得关注的哈。那这些武器呢，今天北约的这个负责人他就直接讲，都是从美国偷去的。直接公开讲，这技术都是从美国偷去的。你像他那个隐形机，都跟美国长得一模一样的。然后这些呢，你看过去这几十年，美国你就别说几十年、80年，美国你抗战人家提都不提你，你帮了多少事情，在2战当中。我就还是说一下哈，因为这些有些数据嘛，咱们事先也这边有汇总哈。光一个驼峰航线。就飞越喜马拉雅山哈，因为打仗嘛，对不对？你补给线要没有就死定了，对不对？当初中华民国是在陪都在这个重庆嘛，就是固守这个西南，而美国的飞机越过驼峰航线，给国军送给养，美国投入2100架飞机，损失掉1500架，3000个优秀的飞行员死掉。损失率是高达80%，那么美中双方的这个叫做这个驼峰航线哈，参加的人数是84000人，总共送了85万吨的战略物资，和这个就是投入33000人的这个战斗队哈。美国有一个叫做第10航空联队，620架大型的这个运输机，损失掉563架。这就是美国付出的东西，那更不用说哈，在这个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从这个叫做中途岛啊，到硫磺岛啊，这个叫做瓜岛啊等等之类的，一路最终把这个叫做日本帝国压回到它的本土，对吧？所以这些东西全都是不算的。所以我今天看到 X 上有人去贴，确实是有道理，做了2层忘恩负义啊，就说美国打赢了这个就是日本帝国，对不对？等于是把中国保全下来。中共今天他不管怎么说吧，他偷人家的胜利，他起码得有一点感恩之心嘛，一点都没有。没有。第二就是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在我看来，我一直这么说哈，中国的4个现代化是美国人送的。没错。他有讲吗？他从来没有讲，就是连接带偷，到最后是抢，变成这个样子。用西方话叫做 by the hand that feed you， 就给你送食物的时候，你要咬断它。咬他的手指，这就是中共干的事情。中国是完全没有必要跟美国为敌人的。现在在过去的10年之内，他就硬生生把自己造成敌人。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了，对吧？因为他中共就是一条毒蛇嘛。这个他改不了这个毒性。这个，我想起来川普的那句话了。我不怪别人，我怪美国人，怪我们自己。美国人真的要好好反省。美国从现在往前推这个100多年的时间里面，大力支持过3个国家。第一个是日本，后来跟他打了一个第2次世界大战；第2个是苏联。你知道美国的支持中国的军队啊，美国的用租借法案支持中国打抗战，只占他全球这个租借法案里面的5%，只占5%。英国是占70%，那剩下25%就是苏联，就是通过这个去送的。当时罗斯福的这个政府，他是民主党的，也是比较左倾的，他们里面有大批的共产党人，有大批的社会主义者，他们是真心的觉得这个苏联非常好，所以当他们这个大力的支持了苏联。那个时候，后来这个美国的，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故事，美国的核武器里面的资料就是被他们研发人员拿出来直接送给苏联。对，这个大家都知道。他为什么他觉得我们这个苏联这是社会主义，这是人类的未来，这支持苏联，所以很快苏联就成了美国的敌人，成了最危险的敌人。然后为了对付这个最危险敌人，再扶植了一个，再做一个，也就是说，过去这100多年，美国扶植了3个大型的这个国家的崛起，全部都是他的这个致命的对手。那个你知道，日俄战争的时候，美国人是帮助日本人的，
帮日本人觉得日本人这个民族挺好，所以那时候搞得好到什么程度？好到日本人送几千棵樱花树给拉过来，拉到华盛顿给种上了。华盛顿的樱花树是那个时候来的。对，就那个时候，因为关系太好了，好到就是说日本人感激的不得了。我们把我们最漂亮樱花种的树，拉过来，结果到美国水土不服，还是长病了。日本人再挖起来又拉回去，再挖再补充回来。所以现在华盛顿的有樱花节，那是跟日本有关。是跟日本有关。那个就是这三个，这个美国人要好好反省一下，这个里面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每一次都是这样，这个恐怕要自己要想一想。他现在应该是在反省。你看，美国的我们说这个，就是说。中共的话喜欢呢是去跟这种领导人去搞好关系，对吧？或者去跟收买某一个这个人，但事实上来讲的话，他现在整个是没办法去改变美国的整个国策的，因为美国的这个民众87%以上的对中共是没有好看法的，然后呢，美国的这个参众两院绝大部分的人，或者说涉及到这个中共的时候的话，你基本上投票是100%。对吧？就反共的一些法案，所以这个你要把国会的人，你几百个人你全部改了，你才可能改变对中共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同样呢，我们说这个美国的这种政府，他以为摆平一个总统就行了，所以当时的这个川普下去之后，他拼命的去跟那个拜登去搞好关系，但同时呢，又在这个阿拉斯加。在那儿去训他，我们绝不吃这一套啊！就恩威的这种，反正收买加上这种训斥的话，他两个方法都用了。到今天呢，我们说习近平似乎又想寻找另一个方法，就是呢，在这种大阅兵的这种形式，对吧？通过这种方式去拉拢更多的这种我们说邪恶轴心国的国家，加上一部分的就是跟中共的这种经济。利益各方面的话，看起来就走得比较近的一些国家，试图呢去跟美国去分庭抗礼，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在他来看，这是一个我挺有办法的一个这种路子，对吧？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强大，甚至呢觉得自己有这种核武器，美国奈何不了他。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蠢就蠢在这儿。其实你倒可以回去看这个贸易战，看这个。二战之后的这个整个世界历史，几乎所有的这种世界上的主要的这种我们说技术啊进步啊，或者包括这种基础设施，包括金融基础设施，就所谓的 SWIFT 的系统，对吧？这些来讲的话，通通是美国建立起来的，通通的话呢，都听美国的指挥，所以呢，他以为拉这么几个小兄弟就可以去跟美国去作对了。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反正总体啊，我觉得这个93阅兵真的是一个对中共来说，咱们客观的说哈，是个大大的败笔。对，他把自己国际上剩下的一点呼吸空间全部挤掉。然后又在国内现在各方面又是一个叫做什么来着？implode 哈，就内陷。就往里炸的那个状态，所以呢，我觉得不管中共现在你看他如何趾高气扬的，那么这个气势很凶的样子，现在他内外的呼吸空间都没有了，往下我觉得真的是命不长久，我们就看吧。对，最后呢，台湾的朋友们要说一下台湾这边啊，然后在说台湾这个之前呢，还是拜托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点击一个订阅好不好？然后呢，给我们点个赞，然后呢，那个艾特的后边什么高阶时光啊。彭读天下呀，方伟时间呢也可以。彭什么？彭观天下。彭观天下哈，都是我们的各自的频道，大家可以点进去，然后呢去点一个赞啊。然后刚才我非常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一直在给高杰祝贺生日，的确9月3号咱明年记住哈，都是抗战胜利的那个日子。然后呢，在这里边所有赞助的朋友呢，今天高杰也非常非常的感恩。刚才我看到我们的订阅数已经现在，刚才我开节目之前是19.7万，现在已经超过19.8万了。1.9万，对，1万，我的目标是19.8万，OK， 这数字不好，1.98万了。现在我们再使使劲儿哈，我们一定要冲过2万，那就拜托我们所有的观众了。还差200。
差200，是加油加油，拜托拜托。哎，那今天呢，其实中国和台湾这边，他在9·3阅兵之前特意飞战机啊，对台湾又进行了一轮威胁。昨天呢，我们讲了讲，然后呢，这中间啊，台湾的空军的这个驾驶员和中共的驾驶员在空中已经对呛起来了。然后呢，这他们互相都能听到的哈，说话，对，都能互相喊话的，对。他有个公共频道，对。然后呢，中共的能放吗？有声音吗？大点声，我们现在可以听得到，大家可以听一下。我们。就等着打你吧，哪一天炸你去。习近平先你写的吗？不被知道自由为何物吗？中共军机持续袭扰我空域，军事粉专甚至在8月29号记录到疑似两方飞行员空中对呛，最后气得解放军无力正面回应，直接爆粗口。早点把这个台湾干掉算了，你站得起来再说话了，好不好？一辈子都跪着，为共产党努力，还不是要站起来？这是昨天就他们都呛起来了哈，就台湾这边。然后我们昨天也讲到了嘛，洪秀柱哈跑到台湾，跑到中国大陆这边去阅兵去，那这又是一个表现。其实呢，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的呢，就是台湾9·3，它叫做军人节，叫军人节。然后呢，我们今天早晨在湾区的广播当中啊，就是很多的一些听众朋友，他们就在讲，他说他们更喜欢这个。国民党就是中华民国的叫做军人节，它不叫可能看没有那种宏大的那种，它是真的在这种胜利之后呢，去悼念那些付出生命，甚至是毁掉家庭啊、毁掉身体的这样的一些老兵们，包括美国都是老兵节，对不对？他没有说我胜了，他不这样去。他在中国古代的时候也有这样的说法。其实不像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你在中国的那个礼书上面，你打了胜仗也要按丧礼，就是死人的这种方式庆祝胜利。死人的方式呢，就是比如像将军，你要站到右侧，不在左围上，是右围上，是反过来的，跟活人的这种礼仪是反过来的。您打了胜仗都要以丧礼的这种方式进行纪念和庆祝，而不是说现在啊胜了怎么地，不是的，那是多少生命，多少血肉。撒在那块土地上，那才填平了这样的一场战争。所以你就看到呢，在台湾方面，它也叫军人节。然后呢，在空中中共还在威胁台湾方面，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看点。还有呢，中共呢，他是在吹牛嘛，他说在美国国防部长中国方面以已读不回的方式2度拒绝了美国防长要通话的这样一个说法。这2天一直在吹牛说我们不去的。我们方伟经常核实消息来源，你有核实吗？我都没核实了，因为这种我现在这中共现在说什么事儿啊，这张口就来，对不对？当然我觉得现在这个核实我也找不到海格塞斯，我只是说以我对海格塞斯的了解，以美国目前的政治状况，他是绝对不可能做这件事情的。对吧？所以我说的是要跟这叫中共报的东西，他的这个新闻报的东西完全不一致嘛，对不对？大家觉得谁说的靠谱？我觉得可以表达一下我们这个意见，好不好？有这个可能性吗？我不知道，如果2次给他打电话，比如说这个在南海的这几次事件跟菲律宾之间，还有美国的海军靠近这个南沙的一些岛屿什么的，一旦发生冲突的时候，美国军方是有可能打电话过去的，因为那个就叫做安全护栏嘛。以前这个不管是跟苏联也好，是跟这个别的国家也好，就是说大家对抗归对抗，但是中间要有一个专线。拜登时期是这么干的，但是到了这个川普第2任回来之后的话，他把这个对话通道都又给去掉了，是吧？所以他绝对不可能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海格塞斯这国防部长要给中国的谁打电话的问题。而且他这个说法的话，你其实经不起推敲。为什么呢？在美国来讲的，或者国防部长他是有实权的。所以呢，就是在华盛顿那个时期，一直有200多年的这个历史是。美国这个国防部叫战争部，对，就它主要是多战的，对吧？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你说这个美国国防部，你说跟中国的什么这个级别或者什么官员对话呢？对吧？你是跟中国的国防部部长对话，中国国防部部长什么权利都没有。
对吧？你还是说跟这个张又侠对话，还是说跟这个习近平对话？这是传出来说要跟他见面。这么说的啊，原话这么说的哈。央视新闻报道称，美国防长正在积极寻求在阅兵仪式结束后与中国防长通话。你觉得有多少可信度？绝对不可能。对。拜登政府我觉得有可能，但是黑克塞斯他们这一茬政府不太可能。对呀，人家他们太强硬了。自己是军人出身。其实，在昨天有一个国防部的披萨指标，你们还记得不？美国国防部披萨指标也是飙升啊，这个中国大陆也在炒这件事情。对，就是五角大楼。你说下怎么回事？为什么跟披萨有什么关系？对，这个是一直嘛，不光是美国，就是包括川普轰炸伊朗的时候，那五角大楼有军事行动啊，所以这外界的记者就看离五角大楼最近的那几个披萨店，就定的这个披萨数就特别的高，这成了他们在关注是否美国有重大军事行动方面的一个重要的指标。那昨天呢，这个阅兵的时候。这五角大楼的这个披萨指数呢是呼噜呼噜呼噜的往上涨，那就说明五角大楼也都在看啊，就看这个中共的阅兵。每个单位都必须看完以后写下报告，你发现什么东西，你有什么看法，对，然后总结出来，一起来。他没有请别请我们去看。对，所以昨天和今天，咱们是全世界一同关注。那中共呢，很重视这件事情，也向全世界的同步直播啊，全部都在直播这件事情。最后还有一些细节，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金正恩走了之后，在天安门广场上，一个服务员使劲擦他那个凳子，不知道你们有注没注意到这个细节？我看了一下，那个服务员的话，一看就是朝鲜人。是吗？对，一看就是朝鲜人，他朝鲜的那种，我们说他那个士兵或者他那种精气神儿，或者他那个体型，非常明显，所以我一看他这个啥就是什么呢？这个，像这种朝鲜呢，或者有些独裁国家，他们非常担心这个领导人的这个叫做生物特征，被这个外边泄露掉，特别他最担心的不是跑美国来，你比如跑到美国来，他可能还不担心。他最担心的是，就是恰恰像这个中共这种政权，他掌握了这个金正恩的，比如什么健康问题，然后呢，什么时候可能什么病，对吧？他可能在中间去捣鬼，所以他其实对防的其实是这个中共这边，就是他怕你什么掉一根头发啊，没错，或者是这个皮肤掉了点渣啊，对，什么就是说有一些东西，他可以给你收集起来，然后研究你的 DNA， 然后发一个 DNA 的导弹专打你，是这个意思？我们不知道，这起码他大概可以知道你有什么病吧，或者怎么样。其实这些独裁者的很多这些国家都特别小心的，包括中国也是。出访的时候，家具全都带着，大便小便全部带回去。现在走是金正恩，听说也是这样，他那个火车嘛，他都不在外面住啊，都在他那个车上去住。这个倒挺好的啊。他昨天的那个金正爱嘛，他那个女儿也没在天安门城楼上出现。是吗？没有在天安门城楼上啊，大家也都在分析他是怎么回事哈。他就说怕抢了一些风头吧，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可能习明泽带他去玩去了。你别说，习明泽也没，咱也不知道他是长什么样。反正总而言之，在天安门城楼上都是些老家伙啊，没有看到年轻的女孩子，那有的都是翻译之类的、服务员之类的了，对吧？杨澜澜肯定也没出现在那儿。我说一下刚才涉及到这个，就是说中共展示这么多军备，那美国人怎么看哈？这个不是直接的消息，前2天的消息讲到说，这个针对中共不断展示含有新型无人机和叫做超音速导弹在内的先进军力，美国叫太平洋舰队的叫做空军司令叫施耐德上将，他就说我们对此毫不畏惧啊。我们将继续保持我们的技术优势。那另外呢，他的前任呢，就是前太平洋的空军司令叫做威尔斯巴赫，他说中国的歼20隐形战机不会让我们睡不着觉啊。他们做了一些很好的抄袭，那架飞机几乎所有的技术都是从我们美国偷去的。你抄作业，你不可能抄到这个叫什么来着？比被抄的还要强，对不对？顶多是抄个平手。而且的话，你这个多少年没打过仗的话，你就算有个好武器，其实你使用不熟练或者用不好，你同样的这个武器也用不好，对吧？另外呢，我觉得这一次这个阅兵的话呢，对于中共来讲，他很可能会觉得说跟这个俄羅斯啊，跟朝鲜呐关系这么好，对吧？跟这个美国或者跟世界可以叫板的，我觉得这个习近平恐怕又是想多了。因为
就在2023年的时候，这个前国务卿蓬佩奥他写过一本这个回忆录，叫做永远的话呢不会让这个一寸，就是为我所爱的美国而战，对吧？他写了这本书，那里面就披露了一个消息，就跟这个金正恩有关系的，特别有意思。当时这个蓬佩奥就跟这个金正恩开玩笑说我要派人杀了你，对吧？金正恩是哈哈大笑。他们并没有说什么生气啊，或者有什么想法。后来呢，这个蓬佩奥呢就又提到说中共多次向美国去表示说，只要这个美军撤出韩国金正恩就会非常高兴。结果呢，这个金正恩听了之后的话，这个不光笑，还在那拍桌子。他说呀，中国人都是骗子然后呢，他说这个朝鲜他其实是需要呢这个驻韩美军来保护自己免受中共的威胁，那只有中共的话才希望说这个美军撤出，目的呢就是为了像对待西藏或者新疆那样来去对待朝鲜半岛。对他原话吗？这是这个蓬佩奥的书里边写的原话的东西。所以的话呢，他说蓬佩奥就说，他这显示说这个金正恩对中共的这种警惕远远的这个是超过对美国的担忧。所以呢，他就说要扩大美国在朝鲜半岛的这种导弹地面能力不让朝鲜人感到困扰等等的。所以这个就意味着说是接下来呢，说你到底金正恩会如何的对待中共？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要去思考的问题。第二个来讲，川普的话会如何去对待金正恩？对吧？所以我觉得这里是非常有意思的，大家可以接下来去观察的。现在一个菲律宾，一个韩国，一个日本，美军都在这插着呢。所以对中共来讲，没有美军这3只脚的话，那对中共来讲，东南亚那就是过去他的地盘对。现在呢，把澳大利亚也是拽进来，所以印度也被拽进来，所以他确实是，我觉得蓬佩奥这个分析，把中共的这个心理状态，包括金正恩。然后能把这件事情说得这么清楚，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最后呢，就是中共他怎么去折腾，他最可能动手的，那就是台湾这部分。那么93阅兵之后，真的有各种说法，有的呢说2027年中共耀武扬威的，很有可能会动手。那么也有的呢，就刚才秦朋友在讲，想多了我们最后就问问咱们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看了93阅兵之后，2023年中共真的敢对台湾动手吗？真的敢跟台湾动手吗？2027年，对吧？这是一直在分析的。今天是2025嘛？2025他已经用这种阅兵的方式向全世界昭彰了他的决心，而且在习近平讲话过程当中再一次提到了祖国统一，对吧？那什么叫统一呀？那不就是针对台湾的这件事情吗？人家阅兵就是为了祖国统一，所以他能把这个历史和抗战都弄起来，要同仇敌忾，就把这个台湾当成了当年的这个日本一样，我就要统一你，这台独简直就比日本还要可怕。其实我刚才在想，他这个要活100岁，咱们这个150岁，150岁，150岁咱们的观众一共是498票将近500票。你希望他们活到150岁吗？90%的人不希望，居然还有9%希望。你是他们家属吗？那90%，你真的你也能拿到那种人矿的器官吗？9%的，你还想让习近平活到150岁？真的成老贼了，老而不死谓之是为贼，是吧？真有9%，你说真是哎呀，太有意思了。那最后呢，就请观众朋友们自己您判断一下，2024年他们会对台湾动手吗？会。打一个1，不会呢？2024年，2027年会就打个1，不会呢就打一个2，好不好？那最后再次拜托咱们忠实的观众朋友们，给我们的频道呢点击订阅，然后我们赶快冲到2万，一个新的频道这么快冲到2万，离不开你们所有人的支持，再一次感谢所有人。好了，那咱们都去叫票，石山加油，使劲儿！对，加油！这一加油，一用劲儿就是这时候。方伟，人家麦克 Zoom 说方帅哥都已经话少了，都被高杰抢走了，快多说几句。没有，谢谢大家支持啊！确实，因为再说一遍吧，因为这个频道叫早安中国嘛，目的就是让这个在以后中国的早晨这个节目能长长久久在那里。现在因为我们这个汇集这些资源还不太够所以每个星期只能做3次所以希望大家继续的支持，无论是怎么支持订阅、点赞、给我们捐款就是说分享给更多的朋友，都对我们的支持。真的，这个节目以后长长久久，每天早上要在中国大陆
就是说服务大家，来捕捉中国大陆和跟中国大陆相关的世界所有的大事。所以我们的节目还是通过广播还播吗？播，当然到中国，对的，短波还在播。OK， 对，对，西方之声呢是唯一还在对中国大陆做大规模这个短波广播的电台。那么到今天还是这样子，大家想想看，这都是国家才能做的。对，没错。以前是英国广播公司不做了，澳广不做了，法广不做了，对，德国之声不做了，现在是这个叫自由亚洲电台不做了，美国之音我不知道还做不做。但不管怎么说，它的规模绝对没有一个民间的电台的规模大。这就是有的时候你就是一直坚持，你知道吗？没错。对不对？20多年了，2006年的时候，我们率先的报道了这个活摘器官的这件事情。20年过去了，现在你们看到了。如果那个2006年的时候，大家能起来去制止这件事情，美国、欧洲的这些科学医疗界能够不再传授这些技术，那今天的中国人是不是还会安全一点？现在2025年，人家普京他们都已经是笑谈风声之中啊，将这种器官移植跟他们150岁的长命100岁的都联系到一起了，这真的是中国人的一个悲哀，因为他们没有摘别的国家人的器官，对不对？像这些消息是真正有这种道德、有勇气的媒体和记者能够揭露出来的，而揭露这些的记者和人呢，都是受到一些威胁和追杀的。那么这么大的勇气和道德，这么多的新闻事实，如果早知道中国人能更加觉醒的话，那今天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呢？好啦，那我们就一起呢去翻墙，一起呢传播真相，我们一起呢关注每天的热点时事。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喽。好，OK，下期再见。